妈妈，他人呢？妈妈，他昨天不是还给我们做饭吗？怎么现在就不见了？是不是昨天我没喊他爸爸，他生气了，不要我了？爸爸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妮妮喊你爸爸，也让你摸头。爸爸应该是上工去了，走，我们去稻谷场看看。这么好看的媳妇，可惜她男人就是不成器，可怜了2个娃。人漂亮，眼睛却瞎，看上了马楼。你们有谁见着我家男人了吗？马楼又消失了，每次上工都找不到人。其他人也跟着摇头。马楼的不着调早就都知晓，哪天要是老老实实上工，才是真稀奇了。肯定是去别的生产队借钱了，你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一个女人带着2个姑娘娃，马楼又不顶事，往后日子怎么过？要不然你跟马楼离了，然后嫁给我，我不嫌你，不过你得跟我生个儿子才行。眼前这个男人叫陈大刚，他心里早就馋咸狗蛋了。就连马楼这种二调子，居然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媳妇，自己至今还是光棍，真是气死个人。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镜子，真想找媳妇，我帮你说媒，去队里的猪圈里选一个。我关心你，你怎么还骂人？马楼在队里借不到钱了，就跑外面去借，到时没钱还，就把你们娘仨都卖了。我爸爸才不会卖我，他说会包饺子给我吃，他肯定是去买饺子了。你是坏人。自己男人难道真的跑去别的生产队借钱了？钱债未清，又去跑去借外债，这可怎么活？跟了我吧，至少不会挨饿，我会好好疼你。我媳妇用得着你疼吗？就在这时，人群外传来声音，马楼回来了，手上提着尿素袋，风尘仆仆。还有，这是我媳妇，我要疼一辈子的，谁他妈想撬墙角，当心我砍下他的2弟。你跑哪里去了？当然是去买水饺了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马楼搂着，哪怕是自己男人，他还是有些羞涩，不过内心却很满足。妮妮，小朵，走，回家包饺子吃去。吃饺子，我肚子饿了。我就说爸爸是买饺子去了。马楼性子怎么变了？居然护着媳妇了。他刚才的话简直就是好男人，我听着都麻麻的。你们说，马楼不会真的去买水饺了吧？这也信？他家是倒挂户，欠着队里的钱，拿什么买水饺？就是有钱，猪肉要票，面粉也要票，他哪有？快要到上工的时间了，回家干什么？你一大早的跑哪里去了？妮妮醒了没见着你，紧张的厉害。不是说了吗？我去买水饺了。肉是肉，爸爸买肉了。肉，我要吃肉。尿素袋里不仅有肉，还有面粉、韭菜也有，包水饺的材料真的全都有。狗蛋难以置信地看着马楼，你哪里弄的这些东西？不会真去生产队借钱了吧？狗蛋万万没想到，马楼竟买了3斤肉、5公斤面粉和韭菜，准备包饺子。平时过年还舍不得买1斤肉，现在非年非节却如此奢侈，实在是出人意料。自己生产队都借不到钱了，别的生产队哪会借钱给我？先包水饺，吃完再说。过了没一会，饺子就做好了。哇，好多饺子，很烫，凉会儿再吃。望着小木桌上冒着热气的水饺，还有2个女儿脸上的笑，狗蛋很高兴，可却又有些忧心。3斤的猪肉呢？这些钱要是节省下来，能买不少米。家里还欠着队里37块5毛钱。你还总说我喜欢乱抠，你自己不也抠搜的很吗？不就30多块钱，成天在嘴上念叨，而且都说了万事有我，钱的事情你不要担心。这是什么？打开信封看了看，花花绿绿的，都是钱，甚至还有10块的大团结。你从哪里捡了这么些钱？狗蛋本能地认为这么多钱是捡的，粗略看了眼，光大团结就有5、6张。山里捡的，水饺没那么烫了，吃吧，小口吃。2个娃听到马楼的话，马上吃了起来。狗蛋没心思吃水饺了，将钱清点了出来，一共有89块5毛6分钱。随后，狗蛋又将信封给了马楼。给我干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捡的别人的钱吧？我自然不信，如果是别人掉的，肯定到处嚷嚷了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这个钱肯定得给你。媳妇，你真好。娃都还在呢，你说些什么话也不害臊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我只拿5块，剩下的钱你拿着，往后我还会赚更多的钱回来。对于自己男人的这个举动，狗蛋很诧异，以往马楼只会问他要钱，如今却主动将钱给他保管，他很欣喜。吃完饭后，狗蛋却变了脸，将马楼赶出了屋。他一个人在屋里找地方将钱藏起来。后面几天，马楼每天都摸黑进山林采摘木耳，连着1个星期。家里的存款有600多块钱了，你到底做什么能拿这么些钱回来？村后面不是有片山林吗？里面有木耳，我采了后拿到县里去卖。木耳这么值钱？1斤能有8块钱，这还是计划内的价格。我去县里卖，不要票，卖到10块钱1斤。这东西能有这么贵？
稀罕的东西就贵，这东西少。村后面山林里的木耳被我摘的没剩多少了，得想别的法子赚钱。这几天你每天天不亮就去采木耳，咱们现在有这么些钱就够了，往后好好上工，日子肯定能越来越好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点钱还远远不够，房子得修，电视机也要买台，2个娃都在长身体，营养也需要跟上。说到这，马楼忽然停了下来，看着狗蛋，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最亏欠的就是你，得给你买漂亮的衣服，戴好看的首饰，让你成为富婆，再也不用为钱发愁。眼前这禽兽屡次白天强拽他的老婆进屋发泄兽欲，毫无人性。往日折磨每次都超半小时，这次却反常终止。轻点，床都塌了。马楼听见了女人的声音，睁开眼就见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他愣住了，四顾看去，这是一间土坯房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没想到居然重生了，媳妇，你没事吧？身前站着的女人是他老婆狗蛋，是60年代下乡的知青。马楼当时帮着干活，时不时关心几句就得手了。你居然会关心起我来了？这禽兽屡次白天强拽我进屋发泄兽欲，简直毫无人性，这次却反常终止。整理好衣服，狗蛋打开了门，朝屋外招了招手，2个小姑娘跑进了屋里，大的6岁，小的才3岁。妮妮、小朵，到爸爸这来，爸爸抱抱。看到2个姑娘，马楼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他2个女儿，大的叫马妮儿，小的叫马小朵。能再次见到2个鲜活的小生命，马楼喜极而泣。前世正是在这年的冬月，大雪纷飞的那天，狗蛋带着2女儿投河自尽。打捞起来的时候，3人缩成一团，头依偎在一处，到死了，母女3人都在一处。妮妮、小朵，是爸爸，爸爸好想你们。马楼，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是不是又想将妮妮和小朵送人？她们都是你的女儿，就是畜生都知道护着犊子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，你就非得将我们娘仨给逼死吗？当初5块钱加2斤红糖的彩礼，狗蛋就嫁给了他，就因为生了2个女儿，生不出带把的，就对自己非打即骂。你骂得很对，我的确是畜生不如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妮妮和小朵，我会改的，会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。这畜生居然会承认自己错了，还说会让自己娘仨过上好日子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狗改不了，我能改。以前是我不对，不珍惜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和2个可爱的女儿，我会成为顶梁柱，撑起你，撑起这个家。难道他真的肯改了，终于懂得心疼自己，心疼女儿了？妈妈，我去看看太阳。妈妈，太阳在西边，它不会是在撒谎吧？现在是下午，太阳当然是在西边，早上太阳才在东边。放心吧，爸爸往后会照顾好你们。我也要去看太阳，我去做饭。这家里也太穷了。他真的在给我们做饭。听着厨房里的动静，狗蛋伤痕累累的心也有了些微的宽慰，自己男人似乎真的懂得他的苦了。半个小时饭菜就做好了，马楼端到了小木桌上，很寒酸，就1个白菜，再有4碗米饭。好香哇，是米饭，家里好久没吃米饭了，一直都是稀饭，都不点了。你把家里的油全部都用了，你也全用了。油没剩多少就全用了，白菜得用猪油炒才香，下次搞点猪油，多吃点米饭，米饭顶饿。我难道不知道稀饭不顶饿吗？家里分的粮食就剩那么些了，你今天就用完了，明天怎么办？一家人全都去喝西北风吗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，好好吃饭，往后不仅吃饭，还要吃水饺。哇，水饺！你不当家就知道信口胡说，就是队长家里也不见得能吃几次水饺。家里那点米就是不煮饭也撑不了几天，吃的问题你别担心，我肯定有办法，多吃点菜。真好吃，妈妈，以后就让他做饭吧。吃过饭后，马楼又收拾了碗筷，并且打扫了厨房。妈妈，明天太阳会不会从西边出来啊？我好怕一觉醒来，他又变成那个坏爸爸。狗蛋没回答妮妮的问题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马楼是不是真的痛改前非。晚上天黑的特别快，家里不舍得点煤灯，所以早早休息，一家4口挤在这样的床上。等2个娃睡着后，狗蛋轻声地说道：明天你早点起来去上工，好好挣工分吧。你如果好好上工，工分多了，家里日子能更好些。1个工分才5分钱，就是拿3、4千的工分，也不过才150块钱左右，哪够花销的？家里都成倒挂户了，你还嫌弃1年150块钱少？而且我也能挣些工分，你好好上工，我们把日子过起来，好不好？家里你操心，赚钱的事我想办法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搞到钱，会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，让你们顿顿吃上肉，家里再买台电视。凌晨，鸡还没叫，马楼就拿了一个尿素袋，摸黑出了门。村子后面有一片山林，平日里生产队会弄些木材卖，偶尔抓到些野鸡、兔子，改善下全队的伙食。如今9月份，野生的木耳长势正旺，白菜1斤才2分钱，1斤猪肉也不过7毛钱，可1斤木耳能卖到8块钱，如果私下售卖，10块钱1斤都有人买。进了山林，才走了没几步路，就发现一处木桩，周围都是木耳。借着月光，马楼将其全摘了，提了提，估摸着有半斤，这就值5块钱了。外围的木耳都这么鲜嫩，里面的更是充满吸引力。马楼最后装了差不多10斤左右的鲜木耳，这才转身出了山林。而他没有回村，直接从小路绕着往县城去。一个是县城手头宽裕的人多，
再一个就是木耳好脱手。你能改过自新就好，谁还没有个犯错的时候？马楼，明天是赶集的日子，要不要一起去集市里逛一逛？你要没钱，我可以借你1毛2毛的。是陈大刚先前在稻谷场落了面子，这会儿特意过来找场子。爸爸，我想去赶集，我不花钱的，就只看看。好，明天咱们全家都去。爸爸，你真好，我好喜欢现在的爸爸。我也要抱抱。你家里有钱买东西吗？我要是你就没脸去赶集，不止自己丢人，2个娃跟着也受累。那么多东西只能看，买不起。他过来就是想讽刺下马楼，没想到马楼居然真要去赶集，还要一家人都过去。我可得好好宣扬一下，好几年都没有听到过了。此时妮妮也带着小朵去村里找其他娃玩，并且炫耀自己爸爸带着全家要去赶集。于是乎，其他的小娃子也喊着去赶集。要不要弄点白菜，明天赶集的时候卖？1斤白菜才2分钱，卖这个能有几个钱？那你一直盯着这些白菜干啥？我想把这些白菜给拱了。净说些胡话，你又不是猪，拱白菜干啥？马楼目前的确打算把白菜和萝卜都给拱了，用这块自留地他用。木耳虽然现在很贵，但等人工培育出来了后，价格自然降下去。到时候自留地种稀缺蔬菜，可以光明正大的贩卖，既赚钱又不会被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。2个娃晚上兴奋了好久，比往常的时候要晚1-2个小时才睡着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早早起来，锁好门，往集上去了。要烧饼吗？拿4个。好嘞，还热乎着，一共4毛钱。这也太贵了，1斤面粉才1毛8分钱。今天听我的，不要舍不得花钱。以往的强硬，狗蛋不喜欢；今天的强硬，他心中欢喜的很。买了些肉票和布票，还有其他一些生活用品票证。有了票，马楼一家又到供销社的门市布扯了些布，买了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这才往家里走。不少村人已经回了村，聚在村口。陈大刚也回了村，没有急着回家。赶集回来了，买了什么好东西？买了点肉，这怕是得有半斤了。这还没过年了，就称这么多肉。不只是肉，我还扯了1尺布。话说你们瞧见马楼没？一大早就见他们一家子4口往集上去了。我在集上看到他们一家了，在排队扯布。他家都穷得叮当响了，哪有钱扯布？家里怕是1尺的布票都没有，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布。狗蛋多好的一个姑娘，还是城里娃，下乡的知青，怎么就看上马楼了呢？当初他要是选了大刚，日子肯定能好过不少。大刚干活是一把好手。听到一帮夸赞自己的话，陈大刚很开心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。都是一个生产队的，我跟马楼年龄又差不多，这样背后说人坏话不好。在村口坐了半个多小时，陈大刚提着肉的手都有些发酸了。终于看到了马楼一家子，手上还都拿了些东西。马楼一家子回来了，手里都提满了，好像买了不少东西。这铁皮桶是在集市上买的，是在集上买的，3块钱一个。我说不买的，我男人非要买，说是浇水方便。你男人好啊，疼你。这桶里还有东西，这是香皂。是香皂，我说不用买这个，我男人非要买，说洗澡用这个抹一抹，香。是啊，真的好香。我跟自家男人说要买香皂，他就说浪费钱。你男人真好。你这竹篮子买的好啊，里面放的是布。扯了10尺的布给2个娃做套衣服，本是打算买成衣的，集市上没有，就只能扯些布。我说不买的，他心疼娃，非要扯这么多布。我男人当家，2个娃1根糖葫芦就行了，他非要买2根，我多说了几句，他还凶我。狗蛋一一的回着村人的询问，言语中满是幸福，村民们更是羡慕的厉害。大刚，你方才不是找马楼吗？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他走得很仓皇，一刻也不愿意多待，在村口待了一阵子，一家人这才回家。妮妮和小朵拿着糖葫芦出去玩去了。10尺的布，2个娃1人做一套衣服，还有多的，再给你缝条长裤。我一个大男人穿什么都行，给你和2个娃先安排。那不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得要有身体面的衣服才行。你拿50块钱给我，我去找队长。对了，再给我拿包大公鸡。在集上，他买了好几包大公鸡香烟，主要是为了人情走动，放在农村就是硬通货。好，你往外站站，我拿钱。几分钟后，狗蛋翻出50块钱，拿上一包大公鸡香烟，一起递给马楼。队长，来抽根烟，歇会儿。陈自强本不想搭理马楼，但看见马楼递过来的是商品卷烟，就停了手里的活。你小子可以呀，都抽起商品烟了，还是大公鸡。陈队长，你脚边的草里有包烟，是你掉的吧？这不是我的。陈自强诧异的捡起脚边草里的烟，一整包的大公鸡，没开封，边上的人都在干活，就马楼离着他近些。肯定是你的，就在你脚边，不是从队长你的裤兜里掉出来的，难不成还是我故意丢的？你好好上工，今天的工分给你算满的，
记10个公分，往后不迟到早退的话，全记满功。我虽然是队长，可队里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，也不能做得太过。队长，我找你不是这个事，家里现在还没通电，你跟大队的电工打声招呼，让他给我家拉条电线，把电通起来。1度电2毛5，村里好多比你家里条件好的都没通电，你通什么电啊？没事，不差这点钱，通电了屋里亮堂些，媳妇和2个娃也能方便不少。行，你想通电，那我就跟大队的电工说声。关于给马楼通电的事情，陈自强也不好多劝，只是他有些纳闷，马楼居然会为了方便媳妇和娃，要给家里通电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不能给他家通电。在食不果腹的75年代，别人冬天都吃不到蔬菜，我却要实现蔬菜自由。从征回来，我决定给家里扯电线，没想到竟然有疯婆子来阻止我。不能给他家通电。说话的是王红梅，队里的计分员，30多岁，这在村里就是资本。我家通电不通电，关你屁事！对王红梅，马楼一点好感都没有，长得没自己媳妇好看，却总嫉妒自己媳妇，故意刁难自己媳妇，气哭了很多次。你家是倒挂户，还欠着队里钱没还，有钱用电，没钱还队里的钱，这怎么能行？我过来找队长就是还钱的。谁不清楚你家里的情况？除非是你把媳妇给卖了才有钱还。我家里什么情况？你能比我懂？你有屁的钱还，还通电？你要有钱还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不用那么急，到年底前还上就行。不差钱。队长，你数数看数目对不对？没错，是这个数。切，肯定是偷的。你打我干什么？王红梅是技工员，平日里别人都是敬着，就是争吵也会让着，可这会儿却被马楼扇了2个耳光。你脸上有蚊子，我帮你打蚊子。你放屁，我脸上哪有蚊子？可能你眼瞎没看到，蚊子现在你左脸，后面飞到你右边脸上去了。我这是好心替你打蚊子，你怎么还怪我？队长，你就不管他，他打人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不说了吗？是替你打蚊子。陈队长，还有个事要麻烦你下，我打算将自留地弄弄，不过差点材料，得麻烦你从供销社那边买些材料回来。基层供销社有生产资料门市部，只是个人去买有困难，生产队去买能容易不少。马楼从兜里摸出一张纸，递给了陈自强，上面写着竹子、草莲、塑料薄膜、黄瓜种子等。这都9月了，你要黄瓜种子干什么？陈自强不明白，黄瓜都是4月份种植，8月份成熟，马楼却要买黄瓜种子。买种子自然是播种，够1亩地用的就行。马楼是打算搞大棚，当时整个公社甚至全县都没有大棚，这种信息差正是马楼的优势。9月份种黄瓜，你怕是个勺货吧？你真要能种出黄瓜，我全吃了。你想得美，你家男人的不够你吃，还想吃我的？9月种黄瓜，即使出苗也长不大，结不出黄瓜，还是换别的菜吧。你这是浪费钱，瞎折腾。队长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这些钱都由我个人出，真要损失了，也是我自己的损失。说着，马楼从兜里又掏出10块钱，递给了陈自强。见马楼这么坚持，陈自强也不好再多说。明天我去趟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门市部，替你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。也可以帮我问一下，谁家自留地给我种1年50块钱？你肯定是骗人的，50块钱你给得起吗？我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，谁家要是同意，互相签字了，可以提前给20块钱。说完后，马楼便离开了。回了家，天摸黑的时候，大队的电工来了，厨房合住的房间都安装了一个灯泡，一个灯就够了，厨房哪还用得着安灯泡？电费贵得很，1度电2毛5，别人家都是装的15瓦灯泡，咱家哪用得着25瓦的？瓦数低了伤眼睛，2个娃还小，明年妮妮还要上学，还得在家做功课，眼睛得保护好，光线太亮和太暗对眼睛伤害都挺大。那也用不着装2个灯泡，厨房也不经常用。厨房后面得加个门，2个娃都大了，小的是了，一些事得逼着他俩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妈妈，我明年是不是就要去上学了？明年你就7岁了，是该上学了。我也要去上学。等你有姐姐那么高，就能上学了，要多吃饭。为了保证妇女出工出勤，各大队都设有幼儿园，只不过这会儿教育红班，说是学前教育，不如说是带着娃玩。一家人在屋里说了会儿话，狗蛋便去厨房炒菜做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头传来说话声：家里这就装好电灯了，看着就是亮堂。是三婆啊，进屋坐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来是想问问马楼，今天跟队长说的包地的事是真的假的？三婆，当然是真的了，咱们会白底黑字写清楚的，而且会先给你20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回去给我家当家的说道说道。又说了几句话，刘桂兰这才离开。走了没多远，遇见村里其他的一些妇人。女人就是喜欢聊，干活聊，闲下来也聊，一张嘴就不带停的。怎么样，问了没有？马楼白天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刚才刘桂兰去马楼家就是为了探听白天马楼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是不是胡话。
肯定是假的。马楼的话你们也信？我们红旗生产队没啥副业，一个工分才5分钱，就是壮劳力1年也就3、4千工分，50块钱顶1000个工分。他家是有金库还是咋的？我觉得不太像是假的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家也刚好在做饭，闻着味肯定是做的肉，而且还有猪油。不就是猪油渣吗？好像谁没吃过似的。吃过是吃过，但这哪能一样？他家之前可是饭都吃不上。他还找队长，让队长联系大队的电工，给他家拉电。你去的时候，他家用上电灯泡了吗？用上了2个灯泡呢，感觉瓦数还不小，得有25瓦。他一家还去赶集，买了不少东西，50块钱的事，说不定是真的。家里能通上电，伙食见荤腥，用上铁皮桶，日子就算相当不错。好多村民都不一定见过大团结，只是2、3天的时间，自留地给马楼种就给50块钱，这事在生产队里传了开。不过只有一家五保户愿意将地给马楼种。马楼和这家户主陈天福在队长家里签了字，摁了手印，又当着队长的面给了陈天福20块钱。你想要的东西，明天队里去供销社，我会让人用牛车给你拉回来。你这真是胡闹！天越来越冷，黄瓜种不出来，就算种出来，也抵不上你给的50块钱。你再仔细考虑一下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过几天就真退不了了。就算是亏了，黄瓜没种出来，签了字，摁了手印，1年50块钱我还是会给，不会拖欠。行吧，这是自留地，亏损也由你自己承担。你既然坚持，我也不好再多劝。从队里回到家后，马楼一个人在自留地前抽烟，并且在想着如何来盖出大炮。在这个物资匮乏的75年代，当别人还靠着埋藏和晒干的方式储存蔬菜的时候，我却靠着大棚实现了蔬菜自由。凭借前世的记忆，我定要日进斗金。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我跟村里其他人都问过了，没有人看好，都认为这个钱会打水漂了。先前马楼说把白菜拱了，狗蛋只以为是开玩笑，没想到却是真的。相信我，走新路才能获得大回报。1年50块钱是小钱，今年过年家里就能买台电视机，你那鞋底时也能看电视解闷。净说些大话，一台电视机好几百块钱呢，整个生产队都没有谁家有电视机，就是整个大队也只有几台。我不是过不惯苦日子，并不一定要享福，只要你顾家，心疼我，关心孩子，我就满足了。那个，我才25岁，年龄也不是很大，还能生。其实女娃男娃都一样。我才不信呢！你先前怎么老是把我往屋里拖？不就是想要生个男娃吗？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。外面风大，走，进屋说话。嘿嘿。此时他拉着狗蛋往屋里走，大概过了2分半，马楼才出来，手里提着半斤红糖，走向隔壁的五保户。这户住着一个老太太和18岁的孙女马小婷。马小婷成绩好，但因为成分问题无法上大学。马楼想租下他们家的2分自留地，加上自己家的4分，扩大利润。婷婷在家吗？此时马小婷也看到了马楼，并且赶紧跑进屋里。屋里没人，你赶快走吧。这你家的狗什么时候养的？人都养不活了，还养狗？去集上买的，就是为了防着你。你以后再来我家，我就让它咬你。前世政策放开后，村里很多人出去了，马小婷也是。有一年过年，马楼回村遇到他，他已经小有名气，像明星一样。优秀的人只要时代给点机会，就能改变命运。防着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坏人。你就是坏人，先前还让我给你生娃，说我屁股大，生的肯定是儿子。小倩姐还让我离你远点。还有这事，自己媳妇都知道，你别冤枉我。按照辈分算，你还得喊我一声叔。我才不喊你叔，做过的事还不承认了。我奶那会儿还在旁边，也说你辈分高，不能胡来。你还说亲上加亲更好，臭不要脸！臭流氓！你要再不走，我往后去集上再多买2条狗，把你的腿都咬断。腿全部都咬断，需要3条狗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先前的事情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今天特意提了红糖过来表达歉意。先前马楼对狗蛋姐不是打就是骂，整日游手好闲的，完全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这回竟然主动道歉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不要你的红糖，你赶快走吧。红糖无所谓，我来主要是有2个事情，第一个是道歉，第二个是你家的地能不能给我种，1年50块，可以先给你20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？亏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无需担心的。我刚在队长家跟陈天福签了字，你家如果愿意，也可以当着队长的面签字。行吧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队长家签字。看什么看？你有别的心思，我就打爆你的头。你确定不等你奶奶回来一起去？用不着，我奶奶年纪大了，这个家我做主。往后家里有什么困难，跟叔说，不要一个人扛着。既然你能做主，走吧，咱们去队长家签字。说完话后，马楼径直地往队长家走去，马小婷还停在原地，没有回过神来。在当时，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家里奶奶撑不住了，那么他就要撑起来。2个人在队长家签了字，
马楼当面交给了马小婷20块钱，两人这才一起往家走。临到家门口，马楼将手里的半斤红糖递给了马小婷，拿着吧。不要，无功不受禄。不白给，往后有出息了，记得帮帮我的忙。还有就是学习的事情不要落下了，说不定哪一天高考就恢复了呢。看着马楼离去的背影，马小婷站立了许久，心里甚至有点后悔，刚才不该拿棒槌恐吓他。大黄，以后这人过来了，不要咬他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在鸡蛋都舍不得吃的7、5年代，他却要摘光全家的风采，气都哭了，只为年前可以吃上一些蔬菜。没想到我这么做的目的，竟然为了给实现失去4年，更没想到村里的计分员还要扣我家的工分。家里应该养些鸡的，2个娃吃蛋也更方便些，偶尔还能杀一只改善伙食。你还好意思说这个？家里以前有4、5只母鸡和1只公鸡，你以前不靠谱的时候都抓去集市卖了。哼！下次赶集要是有卖小鸡的，买些回来放在家里养着，明天材料就会回来。自留地里的那些菜都要摘了，家里放点，放不了的就卖掉。那么好的菜，说摘就摘了。狗蛋觉得可惜，但没多说，怕惹马楼变卦。只要马楼顾家，苦日子也愿意过。第二天，马楼要的草莲、薄膜、黄瓜种子等生产资料运到了，自留地的菜也摘光了。马楼找人帮忙搭大棚，还管饭。村里很多人过来看热闹。这么好的菜，全都给摘了干啥？乱折腾狗蛋，你就不管自家男人，简直就是胡来！这是准备给菜做个房子，还真是不着调。村民们像看怪物一样围观，纷纷点评，大多不看好，认为马楼这是胡来，肯定会亏本，不仅冬天没菜吃，还会亏损。但马楼不理他们，只和帮忙的人说怎么搭大棚。他们用竹子做骨架，上面盖薄膜，两侧挖土沟，垫干稻草，顶部再盖一层草帘。这种简易大棚在南方冬天温度不低的情况下够用了。王红梅和陈大刚也在围观的人群中。狗蛋，快拦住他！队里种的瓜果、蔬菜都要花钱，自留地的菜免费，全摘了也放不了多久。天冷时拿啥做菜？都说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当初你要是嫁给我，日子哪会这么苦？陈大刚故意将声音说得很大。不过没关系，后面你家里日子要是过不下去了，可以找我，我借给你。马楼越乱搞，家里日子越难过，自己机会才会越大。你长得太丑了，哼！我男人是不好，可他长得好看，而且嘴巴也厉害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就是饿肚子，那也是我的命。带歪了生产队的风气，到时家里缺粮了，别找生产队，就是年终结算时也得扣工分。王红梅过来就是看马楼家的笑话，全村人都不看好，就是农业副队长，农活一把好手，对马楼这个事也是只摇头。哼，现在神气还抽我嘴巴，等年终时家里没粮了，手上钱没了，你得跪着求我。中午狗蛋煮了满满一大锅的饭菜，则是借马小婷家里的灶台炒的，吃的简单了点，将就下，等下次赶集去集里再买点肉。过来帮忙的4人是平日里跟他走得比较近的，或者是村里比较实诚的，喊帮忙就过来了。岁数不大，都是20出头。这还简单，3盘菜还这么多，我家里还在吃野菜呢。比家里吃得好，家里都是稀饭，吃不饱干活都没劲。香，真是香，猪油炒菜就是够味。对这个菜，几人非常满意，说的也不是客气话，就是干饭。小田，你也坐下吃，你奶呢？他在屋里，不过来，我给他盛碗饭过去就好了。我不吃，我又没帮忙干活。一碗饭算不了什么，多双筷子就行。我家碗筷没了，你回家拿自己的过来，给你奶盛好饭就过来一起吃。要是不听话，等你长大点，就让你给妮妮和小朵生个弟弟。去你的，哪有你这么吓唬人的？往后还得借你家里的灶台用，吃饭就跟着我们一起，别客气。你要不吃，往后就不好意思借你家的灶台了。马小婷回家拿了碗筷过来给奶奶盛了一碗送回去，然后坐下吃饭。干米饭真是好吃。你老鼠啊，光吃米饭不吃菜的。马楼端起菜碗过来给他碗里加了不少的青椒鸡蛋，又倒了些猪油菜汤在米饭里。够了，不要了，都满了。拿棒槌要打我的时候蛮凶的，吃个饭就扭扭捏捏的，那股劲去哪了？你小千婶跟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娃都怀孩子了，你不要太拘谨，特别是往后去了城里，更是要凶些才行，不然会被人欺负。以后要是去城里了，我就把狗蛋姐和马楼叔也接过去玩几天。狗蛋美，喊姐不喊婶，马楼喊叔没关系。这大米饭真香啊！简易大棚的活没什么难度，只花了5天的功夫就搭建完成了。这几天马楼也没闲着，温度很不错，他选了块犄角旮旯里的地，拾掇后将黄瓜育种，又花了几天将大棚里的地整了整，黄瓜苗长出来了，夫妻2个在大棚里移栽。棚子里的温度是要比外面暖和些。肯定的，等天气再冷些，上面的草帘子放下来也能保温。等到年前，这批黄瓜就能成熟，到时肯定能卖出去不少钱。化肥产量有限，队长陈自强费了好大劲才弄到一些，这肯定会影响黄瓜产量，但没关系，
只要能种出来，赶在年前上市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在猪肉才卖7分1斤的75年代，我却把黄瓜定价到3毛，媳妇惊呆了。但在生产队对账时，却被技工员当众指着鼻子骂，还逼我发誓往后死守土地，好好种1斤黄瓜6分钱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市面上没有黄瓜卖，应该能卖到1毛钱，也能赚一些。狗蛋盘算着能卖到1毛钱1斤，他觉得已经非常高了。1毛钱，真要只卖1毛钱1斤，还种什么地，还搞什么大棚？就是烂到地里也不拿去卖。那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？至少3毛钱1斤。至于最终到底多少钱，还得要根据市场来决定。3毛钱1斤。听到这个价格，狗蛋吓了一跳。就是猪肉也才7毛钱1斤，3毛钱都能买小半斤猪肉了。自己男人却计划将黄瓜的价格定到3毛钱1斤。你这也太吓人了。到时就知道了，3毛钱还是最低的估计。冬天的青菜本来就少，会涨价。6分地才多少的黄瓜，放进市场激不起水花，稀少了，价格肯定会疯涨。狗蛋看着马楼这笃定的模样，也没再多问，两人就专心干起了活。在棚子里待了一会儿，都感觉到有些热了。等天气稍微冷了些，可以在大棚里洗澡，比在屋里洗澡暖和。这薄膜透光，能看见。把草帘子一放就看不见了。到时我给你把水提到棚子里来，在旁边看着，你放心洗。你在旁边，我能放心洗吗？狗蛋有些害羞，他左右看了看，虽有大棚，可这是野外啊。自家男人玩的真花，花了2天的时间将黄瓜苗都移栽进大棚里。时间也到了10月份。这天，村里的人都聚到稻谷场，准备核对工分。这可是生产队每月的头等大事。马楼一家也到了稻谷场，他从兜掏出大公鸡烟，先给队长陈自强递一根，又给相熟的人各发了支。臭显摆什么？不就是香烟吗？大公鸡香烟也就1毛多钱1包，好像谁买不起一样。陈大刚在人群里看到马楼发香烟，很不爽快，再加上他旁边的小伙子也有份，这让他更加不痛快。可不能这么说，买得起是买得起，舍不舍得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一根香烟差不多能买1斤白菜了。而且这烟得要票呢，平常卖了粮，完成征购任务才给些奖，收票多半还被大队要走。咱们自个买烟得去集上买票换，又是笔开销。你平常就跟马楼走得近，当然替他说话。我看你就是脑袋转不过弯，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。先前他喊你们稿子留地，搭架子盖保膜，耽误好几天工分，现在1根烟就把你打发了，还替他说好话。陈大刚想要挑拨马楼跟几人的关系，让马楼在村里被孤立。你懂个啥？马楼哥要是再搞自留地，喊我帮忙，我还抢着去呢。给马楼哥干活，饭管够，菜是猪油炒的，顿顿还有青椒炒鸡蛋，1天2顿饭，比过年吃的还畅快。就说那猪油拌饭，我扒拉了3大碗，不好意思再剩，马楼哥直接给我添了半碗，撑得肚子圆滚滚。谁家干活有这待遇？他不仅没有觉得马楼是在坑他，反而觉得给马楼帮忙干活非常划算。就是浩哥喊咱们去，就是照顾人。每天上下午各歇1根烟的功夫，舒坦。在他家吃了几天，回家喝寡淡稀饭都没味儿了。两人描述的活灵活现，陈大刚不禁舔了舔嘴唇。就是旁边的几个村人听着也在吞唾沫。这年头能吃成这样，也就除夕那天才行。你们也别替他说好话了，瞧着吧，他这个冬天不一定能撑得过去。这样乱搞，到时候家里肯定揭不开锅。都静一静，今天说2件事。头一件对工分，各家把工分本拿出来跟技工员核清楚，有差池当场核实，别拖到年终结算扯麻烦。你把各家9月出工记录念一遍，有异议的当场提，错了就改，没问题的不用滋生。王红梅站了出来，每个月的这天她都很期待，手里拿着记工本，仿佛掌管着各家各户的生死，让她心里很满足。这种满足感比她男人给的还要夯实不少。在对工分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队里有2家无保户，负担本就重，生产任务又紧，要是再不好好上工，连国家征购任务都完不成。大队这么多生产队，别家都交齐了，就咱们完不成，传出去多骚人，不光对干部丢脸，咱们队员脸上也挂不住。王红梅说话的时候，特意瞟了几眼马楼，马楼知道他这肯定是想借题发挥。今天得批评某些人，就说马楼家把队里风气带歪了，自个儿不好好上工，还拉着别人游手好闲，这不是败坏风气吗？今天必须当着队长和大伙儿的面表个态，往后不准再吊儿郎当，一门心思扑到地里干活去。技工员当众辱骂我媳妇，本以为我会继续当忍耐，谁料我直接甩出王炸3句话，就让他当场破防，抱头痛哭。马楼一听，果然是冲着自己来的，直接往前走了几步，站在了王红梅的跟前。你想干什么？又想打人？我不是在公报私仇，我只是在为生产队考虑。你是不是想做队长？我怎么想做队长了？不想当队长，抢什么台词？技工员管好账本，不出错才是本分。你左批风气，右抓生产，话比队长还多，明着骂我，按理不就是说队长没管好队？
马楼当场挖了个坑，将王红梅塞了进去。听到马楼这个话，陈自强脸色变得不好看。王红梅的话的确有些多了。我没有。还狡辩，队里俩无保护都是病残老弱，队长实打实照顾困难户，这叫实事求是。要针对我就明着来，别拿我当幌子，想抢队长位子。你是不是还偷偷往大队递小报告，编排生产队的不是？王红梅本就风评差，加上娘家有人在大队，陈自强脸色沉了下来。其他队干部也面面相觑，他早有前科，绕过队里直接找大队打报告，害得他们被批评。让你对公分你就对公分，说其他的做什么？队长，我真的没有打报告，我就是看不惯马楼。马楼怎么知道我的确是想要打报告，但是还没来得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打报告就打报告，我不怕。别耽误大伙儿时间，赶紧对公分，做好本职，其他闲话就省省吧。要不是顾忌王红梅在大队的亲戚，记公园的活根本轮不到她。就他话多，队长话都没他多。每次对公分的时候都穿得骚里骚气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嫁人。村民们都在议论，不少人对王红梅有意见。那好，我不说了，就对公分。王红梅不敢再多说，只能开始对公分。前头对干部家的公分，她私下核过多次，没啥错。到普通村民时，念不了4、5户就出错，不是总数算少了，就是漏记了他没瞧见的出勤，吵得脸红脖子粗。盘什么？盘什么？对公分，那不就是会出错吗？如果不出错，还对什么公分？王红梅的态度使得村民们更加生气。对生产队的领导是一个态度，对其他普通的村民又是另外一个态度。马楼见此，看了看马小婷，小婷想不想做鸡公园？坐骑公园？陈小婷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诧异地看着马楼，丹凤眼里满是疑惑。王红梅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她就不适合做鸡公园，耽误大家伙的时间。这个活的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我觉得你蛮合适做这个工作。你要有这个想法，我就帮你争取一下。搞大棚菜只是跳板，下一步还要搞大生意，但个体工商户管得比铁桶还严，只能借生产队当外衣。这时候就得报警队里对自己好的领导，把找茬的全踢走，先拿王红梅记起，她很软，很好捏。这个活当然好，只不过王红梅好像在大队里有靠山，就是队长也不敢将她换掉。都是干活，也有不同。生产队里各种职位都比普通的队员要轻松很多，工分也要更高。只要你想，我就帮你拿到手。大队那算啥领导？队长支书说白了就是往后的村头，连个正经干部都算不上。公社那帮人才是真领导。下面是马龙一家9月份的工分，一共是220个工分，真是丢人。夫妻2个，1个月工分才220个，这工分少得可怜。往常家里挣的比这多，就因为9月马楼扎在大棚里，狗蛋也跟着搭手，没少耽误上工。这个工分不对，我自己记的是246个工分。他拿出一张纸，上面有他自己记的工分。都这么点工分，对不对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爱计较。马楼气得想打人，没上工，工分第一任了。但记错是王红梅的错，他居然倒打一耙。狗蛋对工分发现，妮妮和小朵的工分没记，俩娃干活虽少也有分，别家小娃同样的活却都记了。你怎么总是弄错？前几次也是，总是漏了我家的工分。每个月算工分，自家总会错了，漏了。如果自己不注意，肯定就给糊弄过去了。王红梅明显就是针对我们。你这啥意思？这么多加工分，算错不是常有的事。记工分看着轻巧，实则累死人。大半夜在家核对数，眼睛都瞅花了，电费都多交不少呢。他趁机叫起了冤屈，他对马楼恨得牙痒痒。先前被扇了2巴掌，刚才多说几句又被抓住画柄，在队长面前落了埋怨。马楼家里的工分就是故意漏记的。你真的认为记工分这个活很累？当然累啊，你没干过这个，不知道这个有多辛苦。看着只是写写画画，但是要花费不少精力。那往后工分记错漏记的事还是会发生？记错漏记正常，以后也难免。我本来就没文化，干这活累得慌，你们压根不体谅。要不是为了生产队，为了大家，这破差事谁爱干谁干。听着王红梅带着威胁的语气，马楼突然咧嘴一笑，笑得王红梅心里发毛。笑啥？他自认没错，强调辛苦付出博同情，可马楼那笑咋跟看傻子似的。既然这样，那记公园的事你就不要做了吧。王红梅惊得瞪大眼，马楼这话来得猝不及防，他压根没反应过来。只有队长几个精明人盯着马楼多瞅了几眼，那眼神像是头回认识马楼一般。凭什么不做？你算老几？你说不让我做记公园，就不让我做了。这个活我要干，每天田地里走一走，记些数就有12分，傻子才不要。刚才不是你自己喊记公园累吗？累就换人干，你歇着。你也说了自己没文化，月月出错不说，以后还得错。工分是论辛苦的，做不到公平不出错，这活就让别人来。各位同志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没有问队长陈自强，怕陈自强有顾忌，不好明言。先问其他群众的意见，如果群众意见统一了，陈自强才好顺势而为。马楼一步步的将王红梅引到了自己的洞中，让对方随着自己的节奏走。他喜欢掌控节奏。马楼说的对，你干部了就让别人干。生产队几个领导的工分，你一点错都没出。轮到其他人的时候出这么多错，肯定是故意的。
早就该换人了，是不是有不三不四的关系，才一直做济公园？很多事就差一个带头的人。马楼做了次带头大哥，先向王红梅发起了冲击，其他人马上也排队跟着冲锋。王红梅慌了神，马楼却没等他说话，而是看向陈自强。队长，王红梅已经引起了众怒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自己也说了，不适合济公园的活，是不是应该听从群众的意见，换一个人干这个活？在人都吃不上饭的75年代，村长却要村民自愿养猪，众人都避之不及。没想到我却主动把全部猪仔打包，殊不知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媳妇滚蛋。陈自强沉默着，有些犹豫。他早想把王红梅从济公园的位置上挤下去，只是碍于他在大队的关系，一直没敢动手。没想到马楼今天竟做了这事。我看谁敢！我在大队里是有靠山的。陈队长，你可不能没有良心。平日里记公分，我都是给你打12分，就是你家里其他人也都是往高了记。要是换了人，你家的公分可就没有那么高了。话里带着威胁，生怕陈自强听了马楼的话，将他济公园的活给搞掉。只不过他说了这个话后，陈自强原本还有些犹豫，这会儿却马上变了脸色。干多少活就记多少公分，就是队长也一样，我从来没让你多记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实事求是。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吗？王红梅这个话是将陈自强放在火上烤，一众村民的眼光都有些变味了。陈自强终于不再犹豫，从今天起，王红梅你就不用记公分了。陈队长，你把我济公园的活给下了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没了济公园的活就不能活了，其他同志怎么干活你就怎么干活。这个女人太蠢了，竟非得将我拉下水。为了表明我身子正，她就活该干不了，要不然往后我在生产队就没法立足了。你是死人啦！你老婆都被人这样欺负，你就不说句话的？被他骂的男人叫陈明才，是他男人，人很老实。你刚刚不是自己说不想干这个活了吗？太累了，不干也好，正好省点电费。我怎么就嫁给了你这个废物？当初真是眼瞎！你老婆被人扇了2巴掌，脸现在还没消肿，你连个屁都不放，现在又被他搞得济公园的活没了，你还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今天要不教训教训马楼，往后就别想上老娘的床。他不敢自己去跟马楼动手，就让自己的男人动手。陈明才被王红梅拽到了马楼的跟前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不该动手打人的。我这是在替你教训他，你好歹也是个男人，哪能让女人给拿捏了？就王红梅这彪悍性子，平日里在床上恐怕也是他喊耗子。一个大男人该顶天立地的，一个女人都顶不起来，你不憋屈吗？陈明才羞愧的低下头，在家里他的确压不住王红梅。老话不说了吗？女人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他没了济公园这个身份，往后在家里就没那么神气了。你得拿回主动权。马楼叔真坏，的确是坏，以前是明着坏，现在是暗地里坏。9月公分说完了，再说今天的第2件事。生产队养了1头母猪，3头肉猪，母猪生的猪仔卖出去了些，现在猪圈里还有2头猪仔，都有4个月大，谁家愿意买回去养着？别都不吭声，都主动积极些。人都吃不饱，哪还有粮食喂猪？其他村民也都摇头，明显的对陈自强的这个提议没有兴趣，甚至有些畏惧，生怕陈自强点自己家的名字。这2头猪仔4个月大，每头都有30多斤重，外面收购得要4毛钱1斤，我们自己生产队的队员买3毛钱1斤，一头也就10块钱，好好的养着还是有赚头的。见没人回应，陈自强有些焦急，要不是这2头猪太小，也怕队里批评，他真想直接把这2头猪仔杀了分肉得了。养在猪栏里，杀也不是，养着也不是，给我家养吧。这就对了，大家伙应该跟马楼学习，主动为生产队减轻压力。等会你就去猪圈里挑1头，2头都要。村里就没谁家养过2头猪，就是生产队。要不是为了派够任务，加上过年给队员分猪肉，1头都不想养。没想到马楼却要2头猪仔，不少村人直摇头。瞎胡闹，人都养不活，还养猪，还一次养2头，到时候没得吃的，一点肉都不长，钱得打水漂。搞个大棚大冷天的种菜，现在又要养2头猪，更没时间上工了。他家这个冬天怕是得要到处借钱借粮。见到一众村人的表情，马楼却没改变主意，这猪他养着就不是为了卖，20块钱就能买2头猪仔，非常划算。这2头猪仔放在猪圈里光吃长肉慢，你2头都要买去，的确是帮了我大忙。作为生产队的一员，能为生产队分忧解难也是应当的。马楼又摸出大公鸡香烟，给陈自强递了1根。忙着自留地的事情，耽误了上工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，嚼舌根，还得麻烦队长这边担待。陈自强深深地看了一眼马楼，越来越觉得马楼不一般，说话做事跟公社的那些领导的派头一样。你那自留地的菜真的能种起来？原本我认为肯定种不起来的，可马楼变得让人不敢忽视了。今天更是一举将王红梅从济公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，是不是马楼大冷的天种植黄瓜也能成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要真能种起来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，平常时候都能卖6分钱1斤，冬天瓜果蔬菜少，卖个1毛钱1斤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。他估算的价格跟狗蛋估算的价格一样。马楼笑了笑，没说话，跟媳妇还能交底，跟其他人
哪怕是队长也不能交底。关于记公园的人选，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些？要是放在以往，他肯定不会问马楼，可这会儿他想听听马楼的意见。最好识字算数好，不能总算错。再就是要乖巧听话，吩咐的活能做好。我看陈小婷就挺合适，这娃在学校时成绩就不错，要不是推荐上大学时家里成分不太好，肯定能上大学。他家是无保护，让他做记公园，能改善家里条件，让日子好过些，他肯定会很感激，这也能体现对困难户的关照。那行，就按照你的意思，让陈小婷来做这个记公园。要换了我，半夜睡觉时非得拿把剪子咔嚓下，咔嚓下，咔嚓下。太残暴了。2头猪仔提前称过了，总计68斤，3毛钱一斤，一共是20块4毛。拿着一根棍子，马楼将2头猪仔往家里抬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狗蛋和2个娃都过来了。爸爸真的买了小猪，吃肉肉。爸爸，这2头小猪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吗？是的，以后就是我们家的，你也不用割猪草去喂生产队的小猪，就喂我们家这2头小猪好了。太好了！妮妮非常高兴，她从旁边的地上捡了一根棍子，学着马楼的样子驱赶着小猪。朵朵有样学样，2个娃都高兴得很。养到过年的时候，应该也能有100多斤，到时候卖了，多多少少能赚些，就是用不着买2头，买1头就行了。不卖，到时将这2头猪都杀了，做成腊肉，挂在通风的地方，保存4、5个月的时间，没太大问题。每天切上一点，改善伙食。买2头猪仔养着，就是为了能吃上肉，哪有你这个吃法的？也太奢侈了。就是大队里、公社里的领导，也没听说这样吃肉的。 2个娃正在长身体，光吃米饭、蔬菜肯定是不行的，吃得好了才能长得更高。你嫁给我这么些年，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就是生娃的时候也没好好的坐月子，总得让你过个肥年，让你成为村里其他家羡慕的对象。 2头猪仔在猪圈里养了几个月，也不乱跑，哪怕是妮妮和小朵驱赶，也都很听话。马楼和狗蛋走在稍后的地方，他牵住了狗蛋的手，软软的、小小的，又动手动脚。狗蛋有些羞涩，左右看了看，生怕被其他人瞧见。虽说是夫妻，娃也生了，可这般被马楼牵着手，他还是感到不好意思，抽了2下，没抽出来。马楼抓得死死的，自己男人的力气很大，每次都很用力，这次也不例外。都老夫老妻的了，还牵着手，也不害臊，被人瞧见了，人家得要笑话了，多难为情。狗蛋脸有些发烫，感觉像是偷偷摸摸做坏事一样，连头都有些不敢抬，可心中却有种别样的刺激感。现在说是老夫老妻了，先前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自己才25岁还能生。马楼看着媳妇这般害羞的样子，他很喜欢，仿佛回到了刚跟媳妇接触时，总是哄着她往小树林里跑的那会儿。成熟有成熟的韵味，青涩有青涩的口感，都好。这2头猪仔放在哪儿养着？家里没有猪圈。屋后不是有一块空地吗？我找人帮忙，将那一块空地圈出来，用竹子做个篱笆墙，把2头猪仔养到里面，再在旁边做个鸡窝。隔天，马楼就喊了几个村里交好的人，到村后的山里砍了些竹子，拖回屋子后面做竹篱笆。这个活花了2天的时间。马楼哥，你家里要是一直有活就好了，我真想一直给马楼哥你干，每次给你干都能吃上干饭，吃上猪油炒菜。最后一点活干完，正是饭点，几人坐在马楼家屋前，端着碗大口的干饭。吃了猪油炒菜再回家吃别的，是一点味儿都没有。真想到马楼哥家里给你做儿子都行。往后活肯定还是会有的，到时候还是喊你们。等黄瓜出来了，得要往县里卖，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，得要喊些人帮忙，他们几个人就很合适。我喊小婷过来吃饭，她没来，估摸着是不好意思，你去喊她过来吃吧。行，我去喊。不说了吗？到我家里去吃饭，怎么还自己生起火来了？总是过去不好，我菜都洗好了，就在自己家吃饭。帮着干活，吃顿饭是应该的。你要不过去吃，往后我喊人帮忙，谁愿意过去帮我？你这是在害我，知不知道？你帮着将竹子拖到屋前，结果吃饭的点偷偷跑回来了，让其他帮着干活的人怎么想？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情，哪还好意思到家里吃饭？那下次吧，下次我再过去吃饭。我干那点活，配不上那么好的饭菜。小小年纪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这次帮了忙，这次就得吃饭。走，跟着我去打饭。马楼奶奶，这是马楼叔家的饭。要是放在旧时代，是能娶小老婆的。家里有个强势的男人主妇，性格又好，不会吃亏。奶，你说啥呢？这也太开放了吧！这是传统，不是开放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10月天渐冷，大棚里的黄瓜苗已长出2片针叶，生产队的活也还没停，主要是包麻，再一个就是种植小麦、收获番薯。狗蛋、妮妮还有小朵、杨三跟着队里其他人去地里收番薯，马楼在家伺候着黄瓜。姐、妮妮、小朵。马楼正忙活，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叫喊。听到这个声音，马楼不由得夹紧双腿，干，活阎王来了。温婉如水的狗蛋却有一个母暴龙一样的妹妹铁牛。铁牛原以为我还像以往那样混蛋，正准备发起进攻，面对疾风吧！却没想到我仅用1招就制服暴龙。姐、妮妮、小朵。马楼正忙活，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叫喊，钻出大棚，便看到自家屋前站着一个姑娘，20出头，
手里提着东西，身材很不错。这姑娘不是别人，是狗蛋的妹妹，自己的小姨子铁牛。他们娘仨到地里收番薯了，你进屋作画。铁牛比狗蛋小3岁，插队下乡到隔壁的公社，只不过运气比较好，前2年经公社推荐到了县里一家初中，在里面做老师。我过去找他们。铁牛只是瞥了一眼马楼，便转身要走。对马楼他是瞧不上眼的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马楼打老婆打孩子不顾家。他们等会儿就回来了，用不着去找。作画，我去把凳子搬出来。马楼进了屋，拿出了2个小板凳，一个递到铁牛的脚边，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下来，点了一根烟。铁牛瞥了他一眼，将凳子往旁边挪了些，这才坐下来，连挨着都不愿意。不喜欢我抽烟？你就是抽死也不关我事，是不喜欢你。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，自己在家玩，要老婆孩子去生产队里干活。我姐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哪里不好了？要被你这样糟蹋，兜里没几个钱，还学着人城里人抽起了牌子烟。嘴皮子利索得很，跟狗蛋完全就是2种性子，一个温婉如水，一个刚烈如火。眼神如果能杀人，马楼已经被他射得千疮百孔。烟搭桥，酒铺路，要想做事，烟和酒还是蛮重要的。抽的不是烟，是人情世故；喝的不是酒，是立身处世。呸！也就我姐脾气好，性子温软，被你这么欺负，还不肯离婚，还顾着家，期待你好转。要换了我，半夜睡觉时，非得拿把剪子咔嚓下，让你知道厉害。说着话，铁牛的眼睛还在马楼的某个地方多停留了几秒。你人长得这么好看，脾气也得要跟你姐学一学，凶巴巴的，小心嫁不出去。他想到了前世的一些事情。梁三自杀后，小姨子铁牛找了个机会，请自己吃饭，一直劝喝酒，还宽慰让自己不要太伤心，要振作起来。结果等自己喝醉了后，他狠狠地揍了自己一顿，脑袋肿了好几天，似乎还是骑在自己身上打的。你想得倒挺美的，学我姐的脾气，好被你欺负是不是？人总会变，别用老眼光看我。现在我懂体谅你姐的辛苦，你看家里跟以前来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养了些小鸡，屋后猪圈里还有2头猪，等过年做成腊肉，你过来跟你姐一起过年吧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可不认为马楼能立马发生改变，这么些年都没变，突然就变了，肯定是憋着坏。他没再理会马楼，而是坐在小板凳上发呆想事情。10多分钟后，狗蛋就回来了，身后跟着2个小跟屁虫，妮妮和小朵。妮妮，小朵，快看，是不是小姨过来了？你怎么跑过来了？今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我请了2天的假，看看你，还有妮妮和小朵。妮妮、小朵，小姨给你们带了礼物，谢谢小姨。小姨你真好。小姨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里养了2头小猪，我带你过去看。妮妮拉着铁牛往屋后走去，狗蛋牵着小朵也跟在后面。家里日子都这么难过了，人吃饭都困难，怎么还养了2头猪仔？你姐夫让养的。他说等到过年的时候做成腊肉，往后吃肉就没那么难了，能给妮妮和小朵补补身子。他能有那么好心？姐，都说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但是你这个情况，我真的心疼。你姐夫变了，知道心疼我了，也关心2个女儿，家里的日子现在好过了不少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你就是死心眼，就是好欺负。要是他再敢动手，你跟我说，找个机会我非得好好的将他揍一顿，替你出口气。类似的话他以前就劝过不少次，可狗蛋却仍旧不选择离婚。他交际也没办法，只能是多过来多帮助。姐妹俩看完猪仔就到了屋里聊天。屋里拉电线了，拉了好些天了，也是你姐夫让人拉的电线。有2个灯泡，房间里面1个，厨房里还有1个，都是25瓦的灯泡。队里其他人装的灯泡大多是15瓦的。他真变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楼提了一只鸡回来了。在村里买了1只鸡，等会儿宰了炒着吃。他特意出去问村人买了1只母鸡，要的比较急，比平常时候贵些。你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？这只鸡明显是为了接待他才出去买的。往常他过来，马楼老变招法的，想从他这里多掏出些东西，比方借钱之类的。可今天过来，却难得的去买了只鸡，要宰了接待他。别老把我想的那么坏，以前的确是我对不起你姐，不过往后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将你姐照顾得很好，也会将2个娃养得很好。铁牛，你坐会儿，我去做饭。今天这顿饭我来做，铁牛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跟他好好聊聊天。1个多小时后，菜做好了，端上了桌，1大碗炒鸡块，1碗猪油白菜，1碗丝瓜鸡蛋汤。吃吧，尝尝你姐夫的手艺，看看这鸡肉味道如何。你是不是想借钱？铁牛拿着碗筷，没急着动，谨慎地问道，生怕这顿饭是马楼摆的鸿门宴。你老师工资才多少？放心，不找你借钱，菜里也没毒，就是想谢谢你一直照顾你姐妮妮和小朵，这本该是我的责任，却让你分担了。等你结婚，我给你封个大红包。还大红包？你能封多大的红包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吃鸡，尝尝你姐夫的鸡巴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对这个小姨子，他是很感激的。困难的日子帮助了自家不少次。铁牛夹起1块鸡肉，尝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，味道的确不错。好吃吧？今年过年你哪也别去了，就到我这来。猪圈里养的2头猪，到时肯定得杀了。粉蒸肉、红烧排骨、爆炒大肠，到时管够。别光顾着嘴和肚子，先把日子过起来再说大话。吃一时不叫本事，能吃一世，吃长久才叫本事。过日子那不就是吃穿用住行？先把嘴和肚子解决了，后面住和行也会解决。吃过饭后，马楼又拦着狗蛋，让姐妹俩聊聊，在村里转转，他自己则是收拾碗筷。切，马楼小姨子长得一副狐妹子样，还真跟他姐狗蛋一样，屁股都要
要扭上天了。马楼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，媳妇好看，小姨子也好看，狗蛋不是我的，那小姨子总该轮到我了吧？在冬天都吃不上蔬菜的75年代，我却坚持大棚种黄瓜，村民都以为我为了吃黄瓜馋疯了，却没想到我这么做只为了赚钱养娇妻。晚上，铁牛留下来住宿，没回县里。马楼抱了些稻草，在厨房简单铺了个床，拿上一床旧棉被，凑合着对付一晚。姐妹俩还有2个小的，则是在卧室。媳妇没你我睡不着觉咋办？今晚来找我，我想好好疼疼你。讨厌，铁牛还在家呢，你收敛点。今晚不行，那现在总可以了吧？放心，我很快的。2分钟后，狗蛋颤抖着回到了卧室，铁牛和女儿都已经铺好床准备睡觉了。这被子是新的，上次赶集买的棉絮，回家缝的。你姐夫还嫌少，说还得准备2床新被褥才行，家里万一来客人都没被褥盖，真被他说中了。幸亏早准备了1床，要不然你过来都没得盖的。他还说了，等村里的木工回来，就让木工帮着打2个柜子，一个放在厨房，一个放在房间里。妮妮和小朵已经睡了，姐妹俩却没多少睡意，说着知心的话。姐，他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又是拉电线、装灯泡，又攒机，还买了这么些东西，不会是背着你偷偷的找人借了钱吧？你可得长点心，真要是借的钱，到时他还不了，不还是得你去填这个窟窿？这样的事，以前马楼不是没干过。铁牛生怕再发生这样的事，才特意提醒你。冤枉你姐夫了，这次他真没借钱，他是有了别的赚钱的门路。不过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千万别到外面说。我嘴严实的很，就是让马楼掰，他也掰不开，也就你轻易就能让他把嘴给掰开。铁牛心里很好奇，马楼到底有什么赚钱的门路？难不成比自己当老师的工资还要高？这倒是，你嘴的确很严。你姐夫摘了些木耳到县里去卖，这才赚了些钱，让家里日子好过了不少。木耳能卖几个钱？你别不信，这东西城里人爱吃，1斤能卖10块钱呢。这么值钱，我1个月工资才23块钱，2斤木耳就抵得上1个月的工资了。就是这么值钱，不过后山的木耳被你姐夫采光了，现在10天半个月才能有新的出来。太夸张了，说的我都想卖木耳了。你有稳定的工作，1个月工资也不算低了，卖木耳干什么？这是不稳定，而且你姐夫说了，等11月份木耳就没了，还是得想其他的法子赚钱。说着说着，2姐妹又聊起了婚姻方面的事。铁牛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谈个对象了。我跟你这么大时，妮妮都3岁了，你人长得不差，难道就没人追你？追我的不少，不过我看不上眼，都是想脱我衣服的色胚，尝我身子，才不会被他们给骗了。你不就是被姐夫骗了，才过了那么久的苦日子？你姐夫以前是混蛋了点，现在挺好的，睡觉也很温柔，也不会弄得我浑身痛了。真的吗？有多温柔？哎呀，铁牛你真讨厌。姐妹俩很晚才睡。第2天一早，铁牛吃了早饭，便往县上去。马楼送他到村口。后面你要是到县城没地方休息，可以去学校找我，我1个人住，学校有食堂，饭菜便宜。这次没给你带礼物，你也不要往心里去，下次再过来，我给你补上。我又不是小娃子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别多想，要不是你变了，知道顾家，我才不会跟你说这些，还不都是为了我姐。停顿了片刻，铁牛又小声的说道：木耳那么值钱，就好好的采点木耳卖好了，别老瞎折腾，自留地搭个棚子，种黄瓜能卖几个钱？看不起黄瓜？你姐夫的黄瓜肯定会让你大吃1惊的，瞧着吧。你的黄瓜能有什么稀奇的？又说了几句，铁牛便走了。一晃日子就到了11月份，黄瓜开出了花，村里原本看笑话的村民也不再阴阳怪气了。开了花也就意味着再过10天左右，第1茬的黄瓜就能成熟，生产队的番薯也收获完。这天，各家各户在稻谷场分番薯，壮劳力50斤番薯，老人40斤，小娃子30斤，称了就拿走，不要影响后面的人。收的番薯和粮食会拿出部分分给村民当口粮，按人口算，人多的家庭分得多，这也是农村人爱多生娃的缘由。人丁越兴旺，口粮分越多。马楼家分完番薯后挪到一旁，媳妇和女儿正慢慢往家搬，他没搭手，而是走到陈自强身边，递上根烟。你棚子里的黄瓜开花了？开花了，10天左右就能成熟，到时摘些给队长你尝尝。陈自强又多问了几句，感叹马楼还真是有点本事，黄瓜真就让他种成了。队长，这天冷了，大队的拖拉机也不怎么用，你看能不能借过来，我好把黄瓜拉到县里去卖了。生产队穷得很，别说拖拉机，就是自行车也没有1辆。大队有2台手扶拖拉机，平日里忙得很，但寒冬腊月的多半会闲置。个人借怕是会有些困难，不能以个人名义借，得以生产队的名义才行。我抽空去大队问问。多谢队长。马楼时不时递根烟，跟陈自强套近乎，没有白费。至少在借拖拉机方面，陈自强的确是在为自己考虑，主动想借口和理由。等黄瓜卖了，我以个人的名义给队委捐1辆自行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在全村都在刨土种地的70年代，我却用塑料布大棚种出了黄瓜。村民纷纷笑我是软饭硬吃，却在看到我把瓜价比猪肉还高时，吓掉了脑袋。等黄瓜卖了，我以个人的名义给队委捐1辆自行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捐给大队还是生产队？肯定是生产队。
陈队长还有队委的其他人为了帮助生产，时常要去大队甚至公社开会，有辆自行车代步，能方便不少，这也有利于生产队的农业生产。还是你觉悟高，很不错。你放心，拖拉机的事肯定没问题。大队有2台拖拉机，借1台过来用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只要生产队这边能办到的，肯定办。一辆自行车要100-200块钱呢，这我可得积极一点。队委压根没钱买自行车，就是有钱也不敢买，不仅会被大队批评，还会引起队员的不满。可现在马楼愿意自己出钱买了，送给生产队队委用，私人捐的就没这个问题了。骑着自行车去开会，想想都期待。的确还有个事要麻烦队长，黄瓜打算拉到县里卖，得开个证明，证明黄瓜是自留地种的。这个没问题，这个证明我给你开。马楼会来事，他也不含糊，在权力范围内给予了马楼最大的方便。番薯分完了，陈自强几个生产队的主要队委没急着走，而是坐着攀谈了起来。这些红薯总算是分完了，各家各户的口粮也能多撑些日子。说话这人是生产队的会计，每次分口粮，会计最忙。忙的时候过去了，剩下就是晚到的收割了。农业副队长松了口气，终于可以歇一下了。你们是闲了，我还得忙。年终还有次决算，各家各户的分红支出都得算，这会计的活是真不好干。聊着聊着，话说到了马楼的头上。村里借了队里钱和口粮的都还了没？我们生产队倒挂户还是有些多了，是整个大队最多的。生产队的生产落后了，掉队了。首先受批评的就是队委，就马楼家还了，其他家都没还。马楼还是有本事的，他搞的那个大棚里面种的黄瓜都开花了，长得还蛮好的。你这个农业副队长不怎么行啊，先前还说他是在胡闹。农业副队长脸红的厉害，这事的确是他看走了眼。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走了眼，你们不也看走了眼吗？种了黄瓜出来那么多，他又吃不了。要我说，不如种些白菜和萝卜，这些菜比黄瓜放的时间长，没那么容易坏。他那些黄瓜是拉到县里卖的，就看能卖啥价了。要是能卖高价，来年生产队的蔬菜种植计划得找他取经。咱队没副业，工分不值钱，一个才5分钱，得想法提高工分价值。拉到县里去卖，也顶多1毛钱1斤。瓜果蔬菜，难不成还能卖出肉的价？这倒是，黄瓜再贵也不可能卖出肉价，能卖出1毛钱1斤顶天了。还是把精力放到白菜、萝卜上面更合适，好保存，好种植，能省不少事。其他几名队委成员跟农业副队长的意见差不多，被大冷天的能种出黄瓜，的确感到意外，但是对黄瓜的经济效益并不看好。我总觉得马楼这小年轻有点不太一样，精明圆滑了不少。如果真不赚钱，这个事他不会去做。能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是娶了插队下乡的知青吗？别看他现在这么跳脱，手头这么宽裕，那是他媳妇娘家在补贴，等手上的钱用完了，肯定又得要节衣缩食了。还是有个城里的亲戚好啊，时不时的能补贴1、2。前些天他小姨子不也到了村里来了吗？肯定也接济了他姐。哪怕是队委，但学历大多不高，有个初小文化就算高的，认知也不广，都认为马楼的变化来自于狗蛋娘家的帮助。话来黄瓜开了花后，一天一个样，果子一天天的长大。马楼时刻关注着黄瓜的长势，估算着大棚黄瓜的产量。吃饭了，来了。你现在是恨不得天天在大棚里待着，巴不得晚上就在里面睡觉。没见你做其他的事情这么勤快的。怎么没有？我播种也挺勤快的。呸，没个正形。暖水壶里有热水，用热水洗个手，暖和些。饭菜我放在锅里热着了，马上端出来。队里其他人对黄瓜的售价都不看好，都说顶天了卖1毛钱1斤。他们知道些什么东西？先前搞大棚的时候都说黄瓜种不出来，现在呢不照样种出来了？这6分地的黄瓜产量达到8000斤是没太大问题的，过些天就可以采第1茬拖到县里去卖了。受限于品种和化肥，黄瓜产量跟几十年后相比差了不少。几十年后，黄瓜的亩产量能达到3万斤左右，但6分地能有8000斤的产量也够了。在寒冬腊月的7、5年代，村里人都缩在被窝取暖，我却开着命运之车去捞金。没想到我刚出村口，前进公园竟拉拢农业副队长，趁我不在断我命脉。吃过饭，狗蛋在床上坐着织毛衣，2个娃在被窝里面玩到了一阵便睡着了。马楼去喂了猪和鸡，这才回屋。夫妻2个小声的聊了几句，狗蛋便放下毛衣，扯熄了灯，钻进被窝里。2个小的盖一床，马楼和狗蛋夫妻俩盖一床。你手哪里摸呢？手冷。那你放着吧，不准捏。嘴冷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讨厌。这天太阳出来了，马楼钻进大棚里，再出来时手上多了几根黄瓜，有些卷曲，但每个都有20公分长，分量也不轻。今天炒黄瓜吃，我去队长家里一趟，猪等我回来喂。他又摘了些黄瓜，抱在怀里，送到了队长陈自强家中。队长，黄瓜熟了，给你送点过来尝尝。
太客气了，这大棚的黄瓜长势也不错啊，跟天热时长的没太大区别。种子是一样的，果子肯定没太大区别。马楼又递给他一根烟，两人又交谈了几句。陈自强从兜里摸出2张纸，一张介绍信，一张是黄瓜的证明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介绍信是证明身份用的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，有介绍信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盲流。黄瓜的证明则是证明是自留地生产的。没问题，写的蛮好的，麻烦陈队长了。不麻烦，小事。拖拉机明天让人开过来，你自己会开吗？会，这个简单的很。拖拉机手都是大队的人，会开拖拉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。生产队没几个人会开。前世他后面学了驾照，驾驶技术还不错 ，A 照、B 照、C 照都拿过，各种车型的方向盘都把过。跟陈自强聊了几句，马楼这才离开，又摘了些黄瓜，给村里几家比较亲近的送过去。再有陈小婷家里，他也送了些黄瓜。你的黄瓜真长成了。拿着马楼的黄瓜，陈小婷很惊讶，20公分长，有点弯，天有点凉，拿在手上硬邦邦的。想吃就自己去黄瓜棚里摘，叔的黄瓜对你不设防。天冷了，活没那么多，空闲的时间多看看书，信你说的，多读书肯定没错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为你争取技工园这个活？陈小婷瞪着一双丹凤眼，看着马楼，先是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有人跟我说，马楼叔，你给我争取技工园的活，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儿子。陈小婷低声说道，她脸有点红。技工园的这个活也干了一段日子，有一些小媳妇、老嫂子会跟他聊天。连队长都不敢得罪王红梅，马楼敢。要是没有大好处，他凭什么做这个恶人？肯定是看中了你的大屁股，好生儿子。他自己媳妇都没安排技工园的活，给你安排，这里面什么原因？你自己难道想不明白？别看他现在对老婆、对孩子好了，但心里肯定还是想要个儿子。不少小媳妇、老嫂子在他耳边嘀咕，揣度马楼的心思。就是连自己的奶奶对这些话居然也表示认同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陈小婷犹豫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现在不是旧社会，不能娶小老婆。他很认真的道，生怕马楼不懂，给马楼普及下知识。旧社会你早同意了，别误会。征集公园这差事是觉得你肯定有出息，这活能让你腾出时间学习，将来去城里闯，那才是大舞台。多学初高中知识，出息了别忘了书。要是有机会拉叔一把，让我也有个靠山，还能靠一靠。马楼宽慰他几句便离开。3天后的清晨，他摘下头茬黄瓜，6分地收了1000余斤，全搬进拖拉机。车底和4周垫着稻草房磕碰，上面盖了塑料薄膜和草帘子。他喊上2人坐拖拉机后座，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往县城去。村口不少人看热闹，狗蛋带着2个女儿和陈小婷来送行。队长陈自强、农业副队长陈大刚、王红梅也在，还有几个爱凑热闹的村民。这么冷的天，在家里待着烤火不舒服吗？非得瞎折腾，跑到县里去卖黄瓜。平日里生产队里有活，没见他这么积极。大冷的天，非得要自己给自己找罪受。他实在不理解，有狗蛋这么好看的媳妇，要是换了自己，这冷的天肯定不出门，和媳妇在被窝里面猫着，闲了就造娃，多舒服。显摆自己能摆，别人大冬天的种不出黄瓜，他能种出来，就显得他有本事，比农业副队长还厉害。马楼把我技工园的活搞没了，你们没人替我说话，瞧着吧，后面说不定你这个农业副队长也得被他搞下去。只要能帮助生产队提高农业生产，谁来当这个农业副队长都行。不过口上说的漂亮，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。大冷的天种出黄瓜，的确是有些稀罕，但也就是有个稀罕。要说冬天的蔬菜，还得是要白菜和萝卜，这2样好保存，能让大家伙冬天里有口菜吃。这些黄瓜顶多也就卖1毛钱1斤。对农业副队长这个职务，他没有多么看重，但对农业技术，他却觉得没人能跟自己比。何况是马楼，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小后生，真要被马楼比下去了，自己这几10年不是白活了吗？1毛钱1斤也不错了。这一拖拉斤有1000多斤，能卖100多块钱的了。要我说啊，马楼不靠谱是不靠谱，但是越是不靠谱的人，越能折腾出花样。马楼别的不说，嘴巴至少是厉害的，会说一些甜言蜜语。我家那口子是一句情话都不会说，3句话打不出一个干屁。嫁到村子里的小媳妇对狗蛋羡慕的厉害，马楼的嘴巴他们也想体会下。可惜自家男人不争气，不会说些体己的情话。手扶拖拉机速度没多快，但比步行要快得多，走路都要2个小时左右的路程。拖拉机40多分钟就到了县城。马楼哥，去哪里卖黄瓜？去菜市场吧，县里肯定有菜市场。我们把黄瓜拉到菜市场旁边。马楼从兜里摸出烟，一人递了根。不去菜市场，菜市场是国营的，我们跑人门口去卖菜，跟上门踢馆有什么区别？找个人多的路口，把草帘子掀起来。抽了半根烟，稍微暖和了些。马楼将拖拉机开到一个人流比较多的路口，掀开了草帘子，露出了黄瓜，清脆的黄瓜，有些上面还带着花瓣。才一掀开，几个路过的居民视线便瞧过来。马楼哥，黄瓜价格还没定，多少钱1斤？5毛钱1斤。多少？5毛钱1斤。人来了，待会就按这个价来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位居民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
这是黄瓜。这位居民40多岁，是位大妈，指着拖拉机上的黄瓜，很诧异。你眼力真好，没错，这是黄瓜。他能明白对方的惊讶。换成小娃子，对这个事不好奇，可对于经常去菜市场进出厨房的家庭主妇而言，大冷的天居然有黄瓜，就很惊诧了。这冷的天居然种出黄瓜了，真是稀奇。这黄瓜怎么卖的？要票吗？就大妈这几句话的功夫，又有不少居民围了过来。一拖拉机的黄瓜太显眼了。不是没见过黄瓜，只是马楼的黄瓜好多人没见过，稀罕的很。不要票，这是生产队自留地生产的黄瓜，公粮交了，征购粮也交了，口粮也发了，剩下的农民自己处置。为了让城里的居民大冬天能吃上新鲜的蔬菜，队里让我拉了这一拖拉机的黄瓜过来。说着，马楼还拿出兜里揣着的证明，高声的喊道：“有证明的，放心买，放心吃。不要票就是一大优势。这么冷的天有黄瓜，又是一大优势。多少钱一斤？5毛钱一斤。”马楼脸不红，心不跳，报出了售价。一旁陈东升和陈伟生也不敢出，嗓子提到了喉咙里。马楼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报出了5毛钱一斤的售价。他们生怕居民打人。你怕不是抢吧？5毛钱一斤，你这黄瓜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？一斤又才7毛钱。其他围观的居民也纷纷说着马楼的不是，就没见过这么贵的黄瓜。可马楼却注意到，说贵的的确不少，却没几个人离开。有戏，这个定价的确贵，却没将居民吓跑。10块钱一斤的木耳都能卖出去，县城居民的消费潜力还是有的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大冬天的能种出这么好的黄瓜，各位同志想必也知道，肯定得花费不少的力气，这些都是成本。这是温室培育出来的黄瓜，不是必需副食品，而是改善生活、提升餐桌品质的产品。各位同志，量力而行，不要抢购，少量购买，尝得新鲜就好。强调成本，又处处替顾客考虑，这一番话很让围观的居民舒坦。温室是什么意思？黄瓜生长需要合适的温度，为了创造适合黄瓜生长的温度，就建造了温室。这些黄瓜就是在温室中生长出来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能在冬天有黄瓜上市的原因。马楼将大棚改成了温室，大棚听起来有些寒碜，温室听起来更加让人觉得高大上些。任何时候，时髦的东西、高大上的东西，总是容易得到认可，容易引起追捧。陈东升和陈伟2个人汗流浃背，大冷的天一点都不觉得冷了，只觉得心跳加速。卖东西还能这么卖，而且看这些居民的表情，居然很认同马楼的话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平日里赶集，几分钱也会挣得面红耳赤，可现在5毛钱一斤的黄瓜，县里的居民问了几句后，居然就不再追问。给我来一根黄瓜吧。一名居民拿起挑选好的黄瓜，没敢买多，就买一根尝一尝。还愣着干啥？给这位大娘称黄瓜。马楼对还在发呆的2人喊道。带了称，2人马上称好了这根黄瓜，有6两重，3毛钱。6两，足足的，称杆都翘起来了。3毛钱，大娘拿好了。但凡有第一位顾客上车，接下来就会源源不断的有顾客上去。做生意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有了第一位顾客，其他居民也都纷纷掏钱。给我来2根，的确是贵了点，不过这大冷天的也能理解。一名名顾客挑选着黄瓜，甚至有人还嘀咕着替黄瓜这么贵找好了理由。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，1000多斤的黄瓜就卖完了，就是零星的不小心压断的黄瓜都被人买了去，这就卖光了。县里的居民这么有钱吗？做生意也太简单，太赚钱了吧？上车回去。他把装钱的布面袋往怀里一塞，对2人说道：“县里人多眼杂，旁边还有不少人没走，不适合多停留。”3人迅速上车，马楼开着拖拉机出了县城。路上没什么人的地方，马楼停下拖拉机，数出20块钱，递给陈东升和陈伟2人，1人10块。马楼哥用不着，就跟着跑一趟，给这么多钱不合适。 2人不肯接，帮这点忙就拿10块钱，2人都觉得不好意思。黄瓜是马楼种的，拖拉机也是马楼借的，就帮着称了点菜。马楼从不会让人白干，按次付费。要想马儿跑得快，必须给马儿草。都喊我马楼哥了，能让你俩亏着？我赚了多少钱，你俩也看到了，每人10块钱，我还是出得起的。后面还会到县城卖黄瓜，你俩跟着一起过来，每次都有10块钱。马楼哥，今天这事得要保密吧？赚了钱可以说，但具体赚多少不要讲。其他人累死累活，一年忙到头，年终决算扣掉支出，能落个20-30块钱就算不错了。往县里跑一趟就赚这么多钱，容易惹人眼红。在100块都能当村里首富的器物年代，我却靠着卖天价木耳和天价黄瓜赚得盆满钵满，不但脚踩村里首富，就连县里首富也得给我磕一个。马楼回来的时候，正是中午饭点的时候，一些村人端着饭碗在屋外晒着太阳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县里都是非农业户口，有正经工作，收入高，又是大冷的天，没什么蔬菜，黄瓜肯定是好卖的，就是不知道能赚多少。大多数村人顶多就是去集上卖点东西，还从未去过县里。马楼是第一个。对于这些询问，马楼没有理会，只是笑着打了声招呼，而后将拖拉机开回了自家门口。马楼哥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回去吧，下次去县里，我提前喊你们。他没留饭，怀里的布面袋里装着钱，还得清点。陈东升结了婚，到家的时候，媳妇和王红梅正聊着天。你不是跟马楼去县里卖黄瓜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卖完了就回来了。饭做了没？弄点饭，我吃肚子饿得厉害。
正是饭点，你们都去了县里，马楼就没请你和陈伟吃饭。你俩好心，把他当兄弟，帮着他干活，结果他一顿饭都舍不得请你俩吃。这么冷的天，跟着他跑去县里，饿着肚子回来，马楼还真不是人。王姐说的对，马楼也太抠了吧，就是舍不得下馆子，也该买点热乎的，给你填下肚子，哪有让人饿着肚子帮忙的道理？一天天的，好的不学，就学些长舌妇，到处嚼舌根。马楼哥是那样的人呢，先前帮着大棚搞猪圈，哪次让人饿着肚子了？干饭管够，猪油炒菜，就是自家饭菜也没那么好。你要再让我听见说这些屁话，我非得大耳光扇你。你媳妇也没说错，你怎么还骂她？马楼跟你非亲非故的，值得你这么帮着说话，连自己媳妇都要打。哼，你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连你也抽。帮你说话，你还要打人，再跟马楼多混些日子，非得将自家屋都掀了。往后少跟王红梅这样的人来往，他肯定是过来嚼舌根说马楼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马楼将他技工园的活搞没了，他心里肯定有怨气，抱怨几句也是正常的。倒是你就说了几句，还想家暴我。他眼睛有点红，自家男人还从没这么厉害的骂过他，还是当着外人的面。别理他，这钱你收着，往后还会有。你哪里来的钱？10块这么多，他不会背着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吧？对于农村家庭而言，10块钱不是小数目，买白菜能买500斤，买米能买70多斤。马楼哥给的，刚刚王红梅在，我不好说，这10块钱不比一顿饭要强。别整天就跟着王红梅学，就知道嚼舌根。就你一个人有？陈伟也有，马楼哥说了，后面去县里卖黄瓜，还会带上我俩，每次都有10块钱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马楼哥这人不错的，先前给他搞大棚的时候我就看出来，后面估摸着还要去县里至少8、9次，年前能有100块钱左右。100块钱的纯收入能极大的改善家里生活条件，让家里过个相当不错的肥年。分出去的钱就有200块了，卖黄瓜这么赚钱吗？马楼的黄瓜到底卖了多少钱？很赚钱，具体赚多少你就不要管了。往后不要说马楼哥的坏话，我总感觉他好像是突然变得精明了。往后家里日子要过好，还得是跟着马楼哥混才行。此时自家屋里，马楼正端着饭碗吃饭，门关着，狗蛋的跟前是装钱的布面袋。还以为你要到下午才回得来，锅里就剩下点红薯稀饭，够不够？要不我再给你炒个菜，煮点饭吧。不用那么麻烦，这么冷的天吃点稀饭蛮好的。把钱清点出来，收好了。狗蛋打开了布面袋，看到里面一堆的零钱，很惊讶，这也太多了。数数。狗蛋越清点越心惊，数了100块钱出来，布面袋里还有不少，又数了100块钱出来，还有1半多，最后全部清点完，足足有460多块钱。有467块5毛，怎么会这么多？不就1000多斤的黄瓜吗？是1000多斤的黄瓜，5毛钱1斤，抹了些零头，给了陈东升和陈伟2人1人10块，剩下的就是这个数了，没错的。5毛钱1斤都有人要，黄瓜就那么好吃吗？还是说自己男人的黄瓜好吃不一样，才那么多人喜欢？等到快过年时，别说5毛，就是卖到跟猪肉一个价，怕是也有人要。吃的就是一个稀罕，吃的就是我有别人没有。你老公的黄瓜有过人之处。5毛钱1斤的黄瓜，这都已经够贵的了，价格还能够往上涨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他将清理出来的钱小心翼翼地叠好，嘴里轻声地嘀咕着，盘算着家底。加上这467块钱，家里的现金有将近1000块了呢。我男人可真厉害。你男人光赚钱厉害？走，让你见识见识你男人更厉害的地方。上一世畜生如我，把妻女逼死在河里，悔恨的肠子都烂成泥。重活一世，老天爷给的机会，我要把他们娘仨宠成全村的活菩萨，谁不供着，我拆了谁都污。村后的山林一点木耳都找不到了，后面要赚钱还得是看别的。他后面隔着一段时间又去了好几趟山里，摘了些木耳，去县里卖了些钱，加上这467块钱，家里的现金资产这才有将近1000来块钱。已经11月底了，木耳几乎看不到了。你躺着休息一会儿，碗筷我来洗。狗蛋起身下床，将火盆放到了马楼旁边。天气冷了，村里大多都用这个取暖。爸爸，为什么每次都要把我们关在外边那么久？我在和妈妈讨论人生呢，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。爸爸，我要到外面去弄些稻草，给小鸡的鸡窝垫一垫。天冷了，这两姑娘急坏了，生怕小鸡冻着。行，把小鸡放在厨房，别拿出去。看着小朵，要是它往水边跑，或者是在地上捡东西往嘴巴里塞，你就打它的屁股。不要打我屁股，打姐姐屁股。洗好了碗筷，
狗蛋又兑了一盆热水，放到马楼跟前，泡泡脚，暖和暖和。爽，老婆，你真好。以前也给你打洗脚水，没见你嘴这么甜的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赚钱辛苦，我给你打洗脚水是应该的。今年打点糍粑吧。2个小娃子去年的时候看到别人家吃糍粑就想吃，前段时间妮妮还念叨过，一直没有忘。下次赶集的时候，看看有没有卖糯米的，买些回来打糍粑。晚上睡觉前，狗蛋用2个厚厚的玻璃瓶灌了些热水，塞进了被窝里，烫得2个娃子哇哇乱叫，又是疯闹，呵斥了一阵，2个娃才沉沉睡去。他也扯灭了灯，上床，才一进被窝，马楼就搂住了他，2只手精准定位，覆盖打击。大冷的天，有老婆暖床是真舒服。马楼又往县里拉了2次黄瓜，每次都隔着3、4天左右。棚里接了1000斤左右的黄瓜，这才会一次全部采摘，拉到县里卖掉。2次一起又赚了978块钱，家里的存款马上就要突破2000块钱的关卡了。就是放在县城，手头有2000块钱现金的家庭也不多，放在整个大队，马楼家是首富。队长，来抽根烟。这天，马楼到陈自强家中，见面就给他发了根烟。队里的食槽有人用吗？这是要打糍粑，在集上买了些糯米，打点糍粑，准备过年。你这日子可以呀，那黄瓜在县里很受欢迎，糯米贵，一般都是家里条件好的才会在过年打。马楼家从来没打过糍粑，没想到今年这么早就要准备打糍粑，日子是肉眼可见的好了。还行，多亏了陈队长帮忙，从大队借了拖拉机，要不然用板车运过去还真是麻烦。客气了，食槽就在库房，你找几个人一起搬去用就是。村里还没有谁家打糍粑，你家是第一个。这把是放食槽的仓库钥匙，拿了东西，门记得锁上，钥匙还我就行。库房离这没多远，马楼找人帮着将食槽挑回自家屋前的空地，把钥匙还了。回来的时候，一群人已经在忙活了。狗蛋、小婷、陈东升的媳妇在厨房里忙活，外面陈东升和陈伟2人也是干得热火朝天。马楼一到家就也加入了战局。妈妈，糍粑好了没？我肚子饿了，我肚子也饿了。再等半个小时，等会儿吃点糯米饭。出去玩不要在厨房里，别玩水，衣服打湿了冷。半个小时后，糯米蒸熟了，一人盛了点，简单的填了肚子，开始打糍粑。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天黑，几十斤的糯米全都做成了糍粑，放在簸箕上晾着。李霞，来，这些糍粑拿回去，多谢帮忙了。陈伟，这是你的，拿着。小田，你跑什么？过来拿糍粑。帮忙的几家，临走的时候，马楼和狗蛋拿着糍粑，一家给了3块。大冷的天，叫人心里都暖暖的。在旁人赚着1块钱都能当命根子的75年代，我卖菜却能日进斗金。县城买台电视得掏空家底，我半小时就能赚够，就凭我那稀罕菜，比猪肉还要金贵。2天后又摘了黄瓜，马楼、陈东升、陈伟3人一起到了县城。我去转转，这里你俩看着。马楼哥，你去吧，我俩守着，你就放心吧。马楼没走多远，就到了县里最大的一家商场。这是一家综合性的国营商场，有2000平，职工也不少，5金产品、纺织产品、百货等等都有的卖。只不过大部分都要票。马楼直接走到了卖电视机的区域。同志，抽根烟。有规定，商场里不能抽烟，怕引起火灾。大商场就是不一样，考虑的仔细。不过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，为人民服务，也总归要休息。马楼的嘴很厉害，攀谈了几句，熟络了些后，马楼这才小声的打听：同志，跟你问个事，你手上有电视机票和自行车票吗？要是有，我可以出钱买。啊，我哪有这些？就是有，也肯定不卖，得自己留着用。你也不用非得有票。明天商场开业3周年，会搞活动，很多商品都不需要票。到时你可以早点过来排队，最好是凌晨就过来排队，要不然人多了，后面就是排到了，商品也卖完了。哦，得找个人一起排队，晚上还得有个住的地方才行。电视机和自行车都打算买，肯定得在2个队伍才行，自己算一个还得找一个人。有了，这么久没见，都想我这个小姨子了。今天我就不回去了，明天再回去。拖拉机也得要留在县城这边，明天我开回去，得要辛苦你俩自己走路回去。啊，马楼哥，你晚上住呢？就是有介绍信，在县里也不好找地方住啊。我有地方住，这点就不用担心了。回了村后，给我媳妇捎个信，就说我明天再回去。2人没有多问，把剩下没卖完的6、7根黄瓜递给了马楼。马楼从兜里摸出1包没开封的烟，塞给2人。我身上就带了这1包没开封的，你俩在路上抽，剩下的半包就不给你俩了，我得自己留着。他又从口袋里拿出20块钱，交给2人。马楼哥，不用这么见外。就是这也没有多远，天气又冷，走回去比坐在拖拉机上还舒服些。一码归一码，你俩愿意跟着我是对我信任，我对你俩也放心。但是感情归感情，该有的规矩还是得要有。我吃肉肯定得要让你俩喝上汤，而且这口汤还必须是热乎的，放久了那不馊了吗？好好跟着我干，
往后你俩的媳妇和对象也都可以跟着我干。我媳妇儿早就想跟你干了，肯定是有机会的，卖黄瓜都能这么赚钱，干别的生意同样也能赚钱。今年先暂且这样，明年再好好的谋划下。两人走后，马楼开着拖拉机到了铁牛的工作学校，大门敞开着，别说栅栏，就是连个门卫都没有。马楼直接开着拖拉机在学校里面找了块空地，将拖拉机停了下来。马楼前世来过，凭借印象来到了教师宿舍楼下，没等多久就看到铁牛从教学楼那边走了过来。大冷的天如同火一般。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我姐他们也来了。你姐和2个娃没有过来，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，还给你带了好东西。黄瓜今天一大早采摘的，新鲜的很。就你会耍嘴皮子，外面冷得很，到屋里去做会儿吧。到了宿舍，马楼打量了一番，眼睛盯着床边上挂着的几件衣服上，一只手忽然伸了过去，将衣服藏进了被子里。我是你小姨子，你老婆的妹妹，管住你的眼睛，再乱看眼珠子给你挖下来。我不信，咱们试试看。太残暴！就为了给我送黄瓜，你特意跑过来一趟，没别的事。的确是有个事，我打算买台电视机，再买辆自行车。商场明天搞活动，这2样东西都不要票。明天正好是周日，你跟我一起过去，帮我排个队，将这2样东西都买到手。你有那么多钱吗？一台电视机得要好几百块钱呢，自行车也不便宜。应该差的不会太多，这是卖黄瓜的钱，能有500块左右。我身上还带了些钱，要是不够，你借点给我，下次到县里来，我还你。卖什么黄瓜能卖到500块钱？马楼将布面袋放到他跟前，撑开一个口子，里面还没来得及清点的钱全都露了出来，好多。铁牛心快速的跳了几下，赶紧过去将门给关上。我想起来了，最近有同事说买了黄瓜，是不是在你这买的？好像还挺贵的，5毛钱一斤。这么贵，木耳10块钱一斤，黄瓜5毛钱一斤，怎么这些东西到了马楼手里就能卖这么贵？要没这么贵，我就不卖了。商场的确时不时的会搞活动，凌晨就要排队，晚上肯定最好是在县城住着。你打算睡哪？我是农业户口，随时开了介绍信，也不好去招待所。明天凌晨就得去排队，去晚了，电视机和自行车肯定卖完了。你这方便吗？你觉得呢？孤男寡女的，就算没发生什么，别人看到了，肯定也会误会。而且我对你也不放心，跟你睡一个屋，怕被你给糟蹋了。我是你姐夫，你还怕这个？又不是睡一张床，打个地铺就行。打地铺也不行，我姐跟我说过了，当初要不是你哄着她，总往小树林没什么人的地方跑，牵手抱着，她就不可能认定你。你这样的人就不能给一丁点的机会。晚上我去同事那对付一晚，你在我宿舍睡。不过我警告你，别乱翻东西，东西放哪，怎么放的，我都知道。你要翻了，动了，我非得要你好看。凌晨，马楼因为睡前喝了不少的水，导致被尿憋醒，索性就直接不睡了，开始搞研究。没多久，铁牛便过来了。你醒的还怪早的，我洗漱下，换个衣服，再一起去商场排队。行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开拖拉机过去，身上带钱了吧？带了200多块钱，还带了些票。他是老师，有固定工作，隔段时间就能发放粮油票，其他的像是布票、糖票之类的，偶尔也会有发放。马楼开着拖拉机，载着小姨子到了商场。来的还算早，没什么人。等会儿就有人了，走，先去把位置占着。商场的大门还没开，不过没关系。马楼和铁牛2人站在了大门口，将位置先给占着。又等了10多分钟，街面上不断的有人过来，全部都窝在门口，男女老少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越聚越多，也越来越挤，寂静的街道也越来越嘈杂。大多数都是家庭全部成员一起过来，议论纷纷，商量着对策。等会儿进去后，就奔着卖布的地方去扯布，扯多少？能扯多少就扯多少，反正不要票，正好扯了好过年。这是2个夫妻之间的对话，准备扯布。就等着今天电视机不要票，就买12英寸的飞跃牌电视机，钱再数数。数了好几遍了，不会错的，360块钱。让你再数数，你就再数数，万一错了呢？别排了半天的队，最后钱没带够。这家人跟马楼一般，也是瞄准了电视机，价格也提前打听好了，目标非常明确。天气很寒冷，但驱散不了一众居民的热情，不断的有人过来。等到天色微微亮起来的时候，长丰商场门口外挤满了人，连街道上都聚满了人。混蛋，你手往哪放呢？冤枉啊，我什么都没碰。马楼和铁牛挤在一起，动弹一下都难。等会儿你就去自行车柜台买自行车，要28大杠，最好是凤凰和永久2个牌子的。话音刚落，商场的大门打开了，冲！别推我！买电视机，去电视机的柜台。等待了许久的居民
一窝蜂地冲进商场，场面比几十年后老头老太领商场免费鸡蛋不遑多让。人虽然多，马楼和铁牛却来得早，门打开后直接就钻了进去。马楼奔着电视机柜台就去了，售货员还没就位，又等了10多分钟，电视机柜台这边的售货员才姗姗来迟。瞥见柜台前的一众人，神情非常淡定，手上的动作仍旧是慢条斯理的。都排好队，不要挤，钱准备好，一个个来。我要那个金星牌16英寸的电视机，650块钱。马楼掏出650块钱，真的就是一堆，放到玻璃柜台上。幸亏身上带了些钱，要不然还真买不起16英寸的，就只能买小点的。怎么都是些零钱？要买电视机，不知道换成大团结吗？耽误我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同志，多担待些。哼，钱清点出来，650块钱。马楼终于是拿到了电视机，四处瞅了瞅，都是人，没见着小姨子。他抱着电视机艰难地出了商场，站在拖拉机旁等着。大概半个小时后，铁牛才推着一辆崭新的28大杠过来，凤凰牌的。以后别让我做这事，打死我都不排队抢自行车，魂都差点挤没了。辛苦了，回头给你送点糍粑过来。今天幸亏有你，帮了我大忙了。138块钱，本来我还想着买棉毛衫的，这情况也挤不进去了。回头我给你送件棉毛衫，自行车的钱过2天我到县里也给你送过去。黄瓜还没卖完，他还要来县城，将电视机和自行车放到拖拉机后边的，固定好。马楼开着拖拉机回村。到村的时候，时间还早得很，天气冷，偶有几个村人在忙活着。有人看到了马楼，回来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么冷的天儿，隔3场我得就去县里，怪辛苦嘞。没人知道马楼昨天去县里卖黄瓜，也没回来。今天见他开着拖拉机回来，村民都挺纳闷。马楼笑着一一打招呼，拖拉机没停，径直往家开。刚打招呼的村民视线自然落在了拖拉机后的电视机和自行车上。那是啥子是自行车？整个村里没有谁家有自行车，就是队长陈自强家里同样也没有自行车。可现在马楼的拖拉机上却出现了一辆自行车，还真是自行车。那纸箱子里面装的又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好像是电视机。别瞎说，电视机多贵，整个大队也没有几家有的。马楼家里能买得起电视机？不少人嘀嘀咕咕，充满了好奇。马楼对这些都不理会，直接开着拖拉机到了家。家门口，妮妮和小朵正在跟小鸡玩，一旁还有只小土狗。陈小婷也在旁边陪着2个娃一起玩。爸爸回来了，爸爸是爸爸。小朵兴奋的直跳脚，小丫头表达愤怒是跺脚，表达高兴也是跺脚。拖拉机还没有停，妮妮便大声的告状：爸爸，我跟你说个事，昨天晚上妹妹没有看到你，一直在哭，还说想爸爸了。妈妈抱着哄她，她都不听，一直哭鼻子，爸爸抱。拖拉机停好，马楼一把抱起了小朵，妮妮也冲了过来，她费了点力，将大女儿也抱了起来，一边一个。最近家里条件好了，2个丫头都长高，长重了不少。小的昨天晚上哭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哭累了才睡着的。怎么跟她说，她都不听，就是要你。大的也一样，往常最是人来疯。昨天晚上你没回来，她不怎么高兴，一直垮着脸，饭都没吃多少。我就是想爸爸了，爸爸一个人在外面，肯定没吃饭，我也吃不下饭，我也想爸爸。2个丫头争风吃醋，狗蛋注意到拖拉机后面的东西。你买了自行车？不只是自行车，还有电视机。走，咱俩进屋细说。一日不见如隔3秋，马楼放下女儿，拉着狗蛋就进了屋。3分钟后，马楼推着自行车往陈自强家中去。陈自强家中门虚掩着，几个队委成员坐在一起，喝着茶水，聊着天。拖拉机是大队的资产，怎么能给个人用呢？这要是被大队知道了，咱们肯定会挨批评，甚至可能还要做检讨。大冷的天，大队里也不经常用拖拉机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而且先前马楼说了，拖拉机借给他，后面他会给队委捐1辆自行车，这对于生产队来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嘛。往后去大队、去公社开会能快不少，这也是在提升生产效率。马楼的话你也信他是什么人？村子里面哪个不清楚1辆自行车不便宜，100-200块钱他哪舍得捐给队委？他的那些话就是哄着女儿的。我不是对马楼有什么个人意见，只是他的这个行为对生产队的影响不好，一整年就没怎么好好的上工，现在又3天2头的开着大队的拖拉机往县里跑。这些事要是传到大队里去，我们作为队委是要挨批评的。其他几名队委成员也都点头。见几人这个态度，陈自强心里也不禁打鼓。自行车价值不便宜，马楼真的舍得这个钱。队长还有其他几位领导都在呢，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说，我不是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背后嚼人舌根子，跟个娘们一样唧唧歪歪的，自己不觉得气量太小了吗？刚刚几人讨论的声音有点大，他听到了。对于生产队的这几名队委，马楼并不愿意无缘无故的得罪。
但他也不怕事。大队的领导都算不上干部，没有编制，生产队的这些队委更是要亲自下地干活，没有脱产更算不上干部。喊一声领导，称一声干部，都是客气的说法。我又没有说错，都是实话。实话一定就对吗？人都有去世的那天，你家亲戚天丁家口的，你去随礼祝贺，也没见你当着人家的面说这娃将来一定会去世吧？啊！快要过年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一点都不中听。你就说说我说的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吧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没别的意思，说的也是实话。你怎么就生气了呢？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黄瓜大鹏做出了成绩，一众村人也都瞧见了。他现在有资本，说话能硬气些。其他的几名队委，包括陈自强，都有些纳闷，不知道今天马楼怎么会这么强势，直接跟农业副队长起了冲突。先前农业副队长也有说话不中听的时候，但是马楼都忍耐住了。队长，外面停着一辆自行车，是我先前答应捐给队委的，凤凰牌的28大杠。队长，外面停着一辆自行车，是我先前答应捐给队委的，凤凰牌的28大杠。陈自强夺门而出，其他队委也都紧跟其后。哇，金色传说！你这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他走到28大杠旁边，这摸摸那摸摸，还不敢用力，生怕给摸坏了。对自家媳妇都没这么小心翼翼过，这会儿围绕着28大杠，眼里都要放出光来，手上不敢用力，生怕搞坏了。还真是28大杠凤凰牌的，这牌子好啊！大队有几个干部骑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自行车。给队委捐自行车，这个事我一直放在心里，只是自行车票很难弄到，去了几次县里都没办法。昨天知道县里商场搞活动，不需要票就能买自行车，我一夜都没怎么睡觉，大晚上的就跑过去排队，生怕错过了。哦，买自行车还得要大半夜的排队？肯定啊，自行车不单单是在农村金贵，就是在县里，同样也有好多人想要买，很受欢迎，不少人手里没票。可不得大半夜去排队，要是去晚了，就轮不到我了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这车真就捐给队委了。他很忐忑，心扑通通的直跳。跟媳妇结婚那会儿，洞房都没这么挤，很想骑上去。这还能作假？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说捐给队委，那就是捐给队委。这是买自行车的收据，你们聊着，我还得回趟家，肚子这会儿还饿着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一滴米都没进。说完后，马楼也不停留，转身离开了，干脆利落。陈自强手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，摩挲了2下。又看了看手里的收据，138块钱，真不便宜。说捐真就捐了，你刚才的那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马楼同志的确有些毛病，但又没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说给队委1辆自行车，真就捐了，这样的好同志哪有？别说放在生产队，就是放在大队，放在公社，也没见哪个同志有这样的觉悟。这是一个好同志，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太让人寒心了。马楼是个好同志，往后他有什么要求，队里能帮助的一定要多帮助。马楼回了家后，发现家门口聚了不少人，陈东升、陈伟这就不说了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村人都在自家门口。就是以前很少到自家串门的村人，居然也跑了过来。马楼回来了，这是你到县里去买的电视机，真厉害！村里还没有哪家有电视机的。你家是第一个，都是冲着电视机过来的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听到消息的都过来看稀奇。是县里买的电视机，16寸的，金星牌子，都让我把电视机装起来。黑白电视机没什么难的，插上电，装上天线就能用。找了根竹子，将室外天线绑上，架在房屋前，插上电线，调了调就好了。有画面了，有画面了。真稀奇，这么小的东西里居然能看到画面，怎么有点模糊？天线位置不对，东升去转转竹竿，我喊好你就停下。电视调好了，不断有得到消息的村人朝马楼家中赶来，最后屋里挤不下了，马楼直接将电视放到窗户外边，下面是小木桌，让一众村人都能看到电视画面。椅子自己带，我就不提供了，天冷多穿点，别冻感冒了。一名名村人这会儿也不在家猫冬了，家里的活也不愿意干了，热闹得如同过年。前面谁的脑袋？蹲着点，挡住了！虎子，回家搬2个小凳子过来。王红梅，你的屁股能不能挪一挪？看电视呢，还是想掰你的屁股？呼喊着，呵斥着，最后自觉的都离着电视机2-3米远，围成一个圈观看电视节目。就是隔壁的陈小婷和老太太，不怎么出门的，也都搬了小凳子，拿着火筒看电视，热闹极了。往后家里的电视怕是大部分时间都得放到外面了。晚上6点到8点就放2个小时，时间到了就关电视机。电视机就只能搜到1个台，还贵得很，感觉还不如收音机好用。买收音机哪有买电视机效果好？我打算在生产队里某个副队长的位置买电视机回来，村里人都过来看，落了咱家的人情，到时选副队长的时候肯定会投我1票。就是王红梅被我打过，她也不好意思投别人。你要竞选副队长？
你白天说的是真的？先不说这个，你月事走了没？昨天就走了，你想干嘛？履行丈夫应尽的义务。3分钟后，马楼满足的进入梦乡，狗蛋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对于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，对于马楼要竞选副队长的事很是担忧。第二天一早，马楼神清气爽的起了床，看到狗蛋比眼睛还大的黑眼圈，吓了一跳。媳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你，想着和你聊聊副队长的事，你倒好，吃干抹净倒头就睡。哼，不用担心，你男人我有分寸。你想想，我给队委送自行车，又买电视机，村里人都过来看，为的是什么？真以为我人傻钱多？别想了，你选几块好的糍粑，过2天去县里卖黄瓜，我给铁牛送去。今天辛苦他了，起了个大早，跟我一起排队收豆。家里布票还有没有？天冷了，给他买件衣服。有的，我去找找。不用那么急，过2天我要去县里时再找出来给我就是。走，咱俩去看会儿电视。看了没一会儿，陈自强就过来了，还真买电视机了。昨晚为了和自行车拉近距离，陈自强硬是在库房搂着自行车睡了一宿。早上醒来听媳妇说马楼家里买了电视机，还不怎么信，自己过来一看，还真是。按理说吧，黄瓜是自留地种的，我不该打听，但我实在是好奇，你那黄瓜到底卖多少钱？5毛钱一斤。陈自强深深地吸了口烟，半天没吭气。过了一会儿后，剧烈的咳嗽，眼泪都快要咳出来。猪肉才7毛钱一斤，等过些天，离着年关更近些，应该能卖到7毛钱一斤。现在涨价不太好，吃相太难看。是人话吗？瞧瞧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5毛钱都已经够高了，居然真要涨价到跟猪肉看齐。好多人都认为1毛钱一斤，这就已经算是贵的了，没想到能这么贵。物以稀为贵，瓜果蔬菜也是这个道理，越是稀少的，越是值钱。晚上到我家里去吃个饭吧，我家里有点米酒，边喝边聊聊。138块钱的自行车，你说捐就捐给队委了，我作为队长，总归是要请你吃顿饭，表示感谢。好。你很聪明，我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说了，明年我打算在村里推广大棚，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都搞大棚，生产队的地一部分也用来搞大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棚黄瓜的优点就是反季节上市，买个1、2根，花几毛钱尝个新鲜，大多数家庭还是承担得起的。自留地是各家各户的菜园子，我的建议是只能鼓励，不能强制，不然里外不是人，闹到大队和公社那去也不好交代。至于生产队的田地，这部分属于集体的，只要保证征购粮方面没问题，怎么种植队长能拍板。你不反对？这是好事，能让生产队的收入更高，提升村民的分红收益，我自然也是愿意看到的。队长，过完年队里的队委成员要重新竞选吧？是得重新竞选，你想要竞选？是有这个打算。大棚种植能种出反季节的瓜果蔬菜，提升经济收益，这都是副业收入。我们生产队一直没什么像样的副业，村民平均收入不高，得想办法扩展副业，让村民的日子好过起来。是这么个理。你打算竞争哪个职位？我打算竞选副业队长的职位，整合生产队的资源，帮助生产队发展副业。陈队长，你支持吗？这是好事，我支持。到时大棚蔬菜和瓜果种出来了，就由你去县里售卖，工分方面给你算满，1天12个工分。我还想搞别的副业，在县里开餐馆。大棚种植才值几个钱，搞的人多了，生产的瓜果蔬菜多了，价值必然会下降。明年再想将黄瓜卖出猪肉价，想都别想。搞餐饮才赚钱。这个没人搞过啊，都是在土地里刨食的。开餐馆肯定要投钱，万一亏了怎么搞？投资的钱我出，合作的人我找，亏了算我的，盈利了生产队分20%。生产队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吗？怎么看生产队都稳赚不赔啊？亲爹对儿子都没这么好吧？生产队种植出来的对外售卖的瓜果蔬菜优先给我提供，另外队里得给我开张证明，证明开餐馆是为了农业服务。你这是在搞个体户生意？怎么能说是个体户呢？不还有20%的利润归生产队吗？这顶多算是公司合营经济。你容我想想。陈自强米酒都不喝了，拧着眉头思索良久后，他终于点头。行，这个证明我给你开，要死卵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这边马楼和陈自强聊得火热，却没注意到门口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。好啊好，竟然还想搞个体户，这次我可是学聪明了，现在进去是要挨打的。哼，敢打我，敢撤我技工员的职位，等着吧！别说马楼餐馆干不成，陈自强也得给我倒台。想到这里，王红梅开心的离开。趁着天黑，她出了村。